参见陛下。众爱卿平身。谢陛下。秦始皇都快死了，还有心思在这儿上朝呢？是何人在？啥情况啊？难道是有刺客？我好不容易被带过来见一次秦始皇，不会要出事吧？此人是谁？他说自己是被带来见朕的，莫非是他们？完了完了，秦始皇看过来了，刺客不会就在我们中间吧？我只是来吃席的，可不想让别人吃我的席啊！此人果然在人群之间，但也未曾看到有人嘴巴动了。朕是听到了某人的腹语心声。哼，这倒是有点意思。可能是看错了，一只野猫罢了。原来没事啊，吓小子一跳。你这老头也真是的，干嘛一惊一乍的？不过看在你堂堂始皇帝只有1年寿命的份上，先不跟你多计较了。竟敢说朕只有1年寿命了？难道朕此次会死在外面出巡的时候？哼！到底是谁家的小兔崽子敢这么咒朕？朕是诛你家九族了吗？朕定要把你给揪出来！诸位爱卿，都入座吧。我说不来，非要带我来，来了还给我各种不自在。我爹当时压你一头，关我什么事儿？还让我脱离冯家，入赘到一个丑女之家，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你爹，冯姓丞相侄儿，是他。朕记着这小子好像是叫冯征吧，倒是有些耳闻。不管了，反正秦始皇从会稽郡返，病死沙丘以后，大秦还有几年就没了。等到秦二世暴政，秦朝灭亡，天下大乱的时候，我就出去起兵去。到那时候，谁稀罕你冯家的富贵？朕昨晚才敲定的东巡路线，他是如何知道的？难道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等等，秦二世暴政，这怎么可能？朕只会让扶苏一人从政，难道其在后世变成了一个暴君？臣下恭祝陛下万年安康。冯相有心了。那些都是冯相家中儿郎吧？回禀陛下，正是。冯开，快来拜见陛下。冯开，拜见陛下。平身。在角落的那个年轻人是谁家的？他问的是我吗？估计也是稍稍一问罢了。这冯去疾自己的儿子秦始皇都不稀罕，又怎么可能是我呢？回禀陛下，这是王兄冯远的留子，名叫冯征。哦，是吗？原来是冯远的儿子。忠烈之后啊。秦始皇竟然还记得我那便宜老爹的名字。我记得我爹在历史上没多大名气啊。哈哈，朕且记得冯远。来来来，让朕看看这冯远的儿子竟然都长这么大了。这是什么情况？他找我干啥？请陛下恕罪，这孩子从他父亲亡故之后，我就宠溺惯了，因此不太会说话，恐怕是扰了陛下的兴致。冯去疾，你真不是个人啊！你管过我吗？我还不是靠我老爹的抚恤金活下来的，而且还是被你家剥削后的。好你个小滑头啊！这面色平静如常，但是这心里的一通大骂却是如此犀利啊！无妨，让他上前便是。咋的？这眼神是暗示我，让我当个木头别乱说话呗。反正大秦没几年就没了，也无所谓。不过怎么样才能和那个丑八怪解除婚约呢？老子该不会真的要娶她吧？拜见陛下。无需多礼。今年多大了？禀陛下，小人今年16了。这年龄也到了，是该许门亲事了。陛下说的是，不过家兄临终前3番5次的叮嘱，让我务必要让冯征入赘出门，说是为了他的福祉。所以臣下虽然很是疼爱征儿，但是毕竟长兄如父，其遗命自然不敢违背。微臣在精挑细选之后，已经为他选了一户好人家了。你真能睁眼说瞎话！那女的都快200斤重了，能装5、6个我了。你想让我入赘过去当玩物啊？真是不要脸！你等着秦末后，我第一个跑。是吗？此子朕倒是看着挺不错的。既然也16了，朕就封其为伴读郎，出入皇宫，多多伴随朕与大公子扶苏吧。啥玩意儿？秦始皇封我当伴读郎？哦，我明白了，这就是陪太子读书的意思吧？陛下，此子性格不太好，生怕是影响和陛下和大公子的心情。不过冯开和冯弼2个虽然才能不怎么，但是脾气性格还是温和的，不如……是吗？我性格不好，你是怕我抢了你儿子的富贵吧？而且扶苏被赐死，秦二世即位后，大秦都绝种了，有个屁的富贵！绝对不可能，朕岂能赐死无儿？而且我大秦天下无敌，岂能会被6国弄个亡国绝种？扶苏若是被赐死，那秦二世又是何人？啥？这么看着我干啥？你要信我是个性格顽劣的人，
那把我给踢到一旁正好，我就闲鱼个1-2年，直接跑路，岂不美哉？看来陛下是信了。陛下，臣下这就把他领走。陛下若是喜欢，冯开和冯弼都可。丞相是要交朕10人吗？陛下恕罪，陛下恕罪，臣下万死不敢有这个意思。从今天开始，冯征你就当伴读郎吧。诺，多谢陛下。当就当吧。都说伴君如伴虎，我谨小慎微，少说少错便是。待在始皇身边，冯去解也奈何不了我。可他即将东巡，扶苏也快被贬往上都，我还能安稳几日？绝不能被扶苏牵连，免得遭始皇迁怒丧命。等始皇一走，我便寻机脱身。好，来，朕与你们这些大秦的后生们共饮一杯。多谢陛下。今日找你来，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请叔父教诲。找我干啥？肯定是想要告诉我在皇宫里，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吧。冯征，你今日被陛下赏识，是因为叔父时常向陛下说起你，我一直把你视若己出。你可不要忘了你2个如至亲一般的兄弟。你们还要不要脸了？我穿越过来虽然没多久，但是我这脑子里残存的记忆可是有呢。想入宫是吧？当太监去吧。你切莫认为你小年纪就能当个什么被赏识的人才，只是为了让你给大公子端茶倒水而已。所以平日里就完全的装聋作哑，什么都不要说。陛下要是想用我冯家的人，冯开和冯弼比你更为合适。若是到了朝堂，陛下不问，我就一句话不说；陛下若是问，我就说我不会。不如2位堂兄弟。明白就好。侄儿告退。不是让我给扶苏伴读吗？怎么来到皇帝的寝宫了？陛下，他来了。你下去吧。我这应该算是个官吧？咱也在大秦当过一阵子小官了，可别回头被项羽、刘邦因此而清算了就行。要不到时候改名字吧？这小兔崽子怎么整日里想的都是秦王跑路的事？还有项羽、刘邦，这又是何人？这项羽莫非是楚将项燕的后人？那这个刘邦又是谁？伴读郎来了。卑职冯征拜见陛下。起来吧。诺。禀陛下，公子扶苏也来了。宣。扶苏也不知道长啥样，传闻扶苏为人忠厚仁和，不过却是一股子儒家迂死的劲头。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在秦始皇面前很不讨喜啊。他果然是了解扶苏的，扶苏的问题着实让朕头大啊。父皇，儿臣有事想要启奏。今日先不谈朝政，朕为你介绍一位同伴。这是冯征，乃是朕给你找的伴读郎。见过大公子，我是扶苏，无需多礼。父皇，儿臣今日真的有事情想要启奏。不是吧？扶苏还真的就是这么耿直啊？这秦始皇刚才不刚说了，先不谈朝政吗？就算是当太子，那也得察言观色。你这时候不聪明点，难怪日后被赐死。这小子确实说过扶苏会被赐死，但扶苏到底做了什么才会被朕赐死？难道说赐死扶苏并非是朕的主意？请父皇听进儿臣一言。那你且说吧。儿臣恳请父皇能够改朝廷征缴百姓赋税为5税之一，放仁德于天下。此事绝不可能。父皇，儿臣曾看过多个郡县，大多数百姓生存艰难，几乎全都是因为赋税过重，请父皇三思啊。冯征，陛下，卑职在。对大公子之言，你有何看法？啥？我？问我干嘛呀？回禀陛下，卑职啥都不会，对朝政国政是一窍不通，不敢多言。看来他不过是知道一些特殊的事情，其他应该并无长处，毕竟不过10几岁。我怎么能说？大秦还有1年就没了，我说了有用吗？不过话说回来，扶苏这话不过脑子啊。这赋税是说少就少的吗？你也不想想赋税是拿来干嘛的？第一就是维系大秦军队的军需，第二当然是供应老权贵士族的开支，第三就是朝廷国库里必须得有相当的粮食，那才会有人为其效命。当然还有第四，那就是用这些粮食去养那些民夫和囚徒，让他们去给大秦修筑长城还有灵渠这样的大工程。好家伙，这一个个的分析可以说是全都分析到了关键点上了。这些都是朝廷要预备的粮草的原因，没想到冯征竟然连这一点都如此的透彻，的确是让朕意外。而扶苏这开口就要让朝廷少征收粮草，那这大军还有权贵的支出该怎么办？
扶苏竟然还不如冯征这个10几岁的孩子。等等，这小子不是什么都懂吗？还在这装模作样的。你说要减少赋税，体贴苍生，那朕问你，朝廷的粮食都用来干嘛了？你竟然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父皇，而且也未曾想过什么原因后果，就来如此大放厥词，实在是令人失望。不是吧，大哥，你这都回答不上来了吗？这不是张口就来？这认识不清楚，也比什么都不会要强得多啊！没错，这扶苏一心的所谓仁德，天下大事讲究的是仁德吗？那是利益。风筝啊，陛下吩咐。那你说一说，这朝廷的粮食都用到什么地方了？禀陛下，卑职什么都不懂，不敢多说话。卑职的堂兄弟们比我聪慧得多了。朕只问你，又没问你的堂兄弟们。可是卑职的叔父右丞相大人就是这么教卑职的，卑职愚钝，不敢多言。这就是冯去疾的原话。既然他让我这么说，那我就也只好这么说了。我可没有不说啊，不过这效果是什么样，我可就不知道了。好你个小子，你这一番话说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真的傻，知道的才明白，你这是趁机报仇啊！这举贤不避亲是好，但冯相此言，岂不是说让你举荐他的儿子吗？好一个犀利的小子，真是鬼精，犀利至极呀！那朕问你，是朕大还是丞相大？回禀陛下，不管是臣在皇宫待1个时辰，还是在冯家待11个时辰，在哪儿都是陛下尊贵无比。这小子言外之意是说，朕虽然地位最高，但是你却是要一直生活在冯去疾的眼皮子下，是吧？那你以后就多在宫里吧。朕赐你1道令牌，特许你自由出入皇宫。看来父皇很是欣赏风筝，想来是看其十分的单纯耿直。不愧是我那迷人的老祖宗，太懂我了。如此一来，那我就可以躲出冯家了。到时候秦朝一灭亡，我就直接开溜。多谢陛下赏赐，陛下天恩，卑职感激不尽。这下方便多了，等来年你驾崩，我一定去给你多多上坟。还有那个要刨你坟的项羽，我也一定拦住他。刨坟？这个叫项羽的孽畜逆贼，竟然会挥师进入咸阳，而且还会把朕的坟给刨了，岂有此理！朕待6国，一不刨其祖坟，二不绝其后人。没想到这6国复国之后，竟然有人会对我大秦做如此大恶！朕定要想尽办法，让这一切不得发生。等等，莫非朕的死跟东巡有关？看来不能急着出去了。此子身上定然还有无穷的信息是对朕和大秦有用的。既如此，朕就一定要留下他。起来吧，扶苏，你可知道这大秦的粮草都是干嘛的了？禀父皇，儿臣知道了。既如此，你可还有话要说？父皇，权贵们的年俸过多，易于养贷，而且大秦的军队几十万，实在是太多。岂有此理！你竟然想削权散军，是想让这天下大乱吗？可是父皇，若是如此下去，百姓必会遭难，大秦依旧会乱。我大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都是坚持此道，不但没有亡国，反而能一统天下，这是事实。始皇帝啊，这回可是你错了。商鞅变法是用于战时主义的，如今大秦统一天下，此法可就行不通了。商鞅变法使我大秦变强了，更是一统了天下，但是如今却不合适了吗？那个时候大秦虽然坚持商鞅变法，但是打仗是有收益的，有支出有回报。但是现在可没有战利品让你用来补贴供给士兵和百姓了。哎，这小子说的倒是没错，可如今缺粮食不争的事实，这如何是好？有了，冯征，这税该不该往下降？你对此事有何见解啊？怎么又问我？陛下，卑职实在是不知，请陛下恕罪。父皇，这冯征如此年轻且什么都不知道，他岂能作答？父皇，冯征年幼无知，不懂朝政也是正常。无妨。多谢陛下，看来扶苏这人不错啊，果然是够仁厚的。可惜你这竟然要因为迂腐而不得秦始皇的信赖重用，还被发配到北境，最后惨被赐死。不过如今大秦的粮食问题确实是很棘手啊。难道真的要削减百官的俸禄吗？这么大一笔开支，若是可以，朕早就动了。但权贵可以帮朕管理天下，没了这群人，天下恐怕又是要乱。难道这真的是无解之局吗？这问题得换种角度思考，那就不是该谁吃谁不吃的问题，而是粮食能不能变多。现在关键问题是粮食不够，不过也不难解决，只要想办法让大秦的粮食变多就好了。你这不是废话吗？
朕要是能让粮食变多，还有你什么事儿？如今乱世将起，等我统一了天下，自然有办法提高稻谷和麦粟的产量。到时候先在南海郡那地方种稻谷，1年3收，再改进一下麦粟的种植方法。种地不能只是靠天吃饭啊！如果冯征所说都为真的话，那我大秦岂不是粮食无忧？那是估计亩产量能从1担变成5担。朕若是能为大秦解决了这粮食温饱的问题，那民生自然不用如此煎熬。我大秦岂能还会失去民心？为了大秦，势必要行此一遭。哎，你这小子，这不是什么都懂吗？竟然跟朕装傻！朕看你如此坦诚，为人纯正，就赏赐你咸阳郊外1000亩良田，你且要好好的管理。真的假的？这就赏赐我良田了？不过若是如此，我可要好好规划了。到时候兵荒马乱的，我自己手里有足够的粮食，可就不怕饥荒了，而且还可以当做起事的本钱。就看你有多大的本事了。若是你的所出可以让粮产增加几倍，那朕就将这方法推行于整个大秦。扶苏，既然你都明白了，就先退下吧，切记以大秦的未来和安稳为重。诺，儿臣告退。那卑职也……你别急，扶苏都走了，我还留着干什么呢？我不是个伴读郎吗？自即日起，你便多待在宫中侍奉朕吧。让我留在宫中？我记得秦始皇那肯定没有龙阳之好，这么说是想让我当太监？放心，不是让你当宦官。朕封你为左庶长，领侍卫郎，随朕上朝下朝。吓死我了，还以为多在宫中是要当太监了。不过我就这么当上官了，太爽了吧！得了这么一个官，我以后可以更名正言顺地离开冯府了。正好趁机见见大秦的名人。不对，大秦都要没了，我得赶紧捞钱啊！微臣定当尽心尽职，以报答陛下。拜见叔叔婶婶。征儿啊，今日陛下都与你说了些什么？陛下训斥了大公子，除此之外，还封我为侍卫郎，伴随左右。那冯开和冯弼呢？陛下封他们当什么了没有？这个倒是没有。好你个冯征，你竟然为了自己的富贵，就不向陛下推荐我的儿子，我们冯家真是白养你了。得了吧，我爹的抚恤金都贪了，就这么养我。那我这就去告诉陛下，说婶婶想让我2位兄长当官，请陛下帮帮忙。你什么意思？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妇道人家你懂什么？征儿也是我冯家的人，他岂能是那种忘恩负义之辈？这是陛下的意思，你是想忤逆陛下吗？征儿啊，你神母那都是跟你开玩笑呢，你我都是冯家的人，谁好都是一样的。多谢叔父，那侄儿就先回去休息了。你为何还对这个这么好？他分明就是抢夺了我们儿子的富贵。陛下现在要用他，你却要惩戒他，你要与陛下为敌吗？愚蠢至极！难道就这么让他嚣张下去吗？放心，他的好日子不会太长的。拜见陛下。传令，让李斯前来。诺。臣下李斯拜见陛下。李斯无需多礼，你来替朕草诏，选个人选，命令他前往岭南南海郡一趟。不知陛下要让此人去做什么？将南海郡开垦出大批农田，用于大范围的耕作稻谷。陛下，微臣斗胆一问，此番可是哪位大臣提的建议？不知是否可信？朕料想定然是真的。你且派个能干的大臣前去南海郡，督促任嚣与赵佗2人监军劳作。臣下这就去办。这时代晚上都没一个手机和电脑可堪熬夜的，而且晚上连个电灯都没有。站住！尔是何人？此乃陛下休息之重地，闲人不可靠近。我乃陛下御封的侍卫郎冯征，奉命自由出入皇宫，暂领黑龙卫，陪同陛下左右。那你是何人？原来是侍卫郎大人，多多失敬。卑职是黑龙卫侍卫长章邯。这就是章邯啊！我去，你在秦末可是差点横扫6国，匡扶大秦啊！此人有很强的将兵之能，堪称秦末前3的名将，带着一帮奴隶军，都差点给大秦完成续命。不如我找机会把他给拐走，为我所用。拐走章邯？你这小子倒是挺鸡贼的呀！章邯竟然在朕死了之后，差点就再次扑灭了6国。既然冯征说他有如此才能，事后不如也给他一个将兵的机会。张侍卫以后
若是有我能帮得上忙的，尽管开口。多谢侍卫郎大人，若是有用得着章邯的地方，也但请开口。侍卫郎大人，陛下已经起了，让您进去。诺。臣下冯征拜见陛下。来了，无需多礼。多谢陛下。这堂堂大秦的皇帝也只能用这种镜子，看得整个人都黄不拉几的。要是我搞一个玻璃镜子出来，是不是得被惊为天人？还可以拿出去卖钱，增加点收入。朕这可是大秦最好的铜镜，而且这玻璃镜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竟然能够让人惊为天人？这小子有好东西，竟然只是想着卖钱，此子还真是奇葩。今日你就随朕一同上朝。让我上朝能干啥？我这文武双残的选手，别不小心喜提酒足消消乐。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三公请起，百官请起。冯征，他怎么跟着上朝来了？今日上朝，诸位爱卿可有什么要事？这就是大秦的百官啊！谁能想到，短短的1、2年之后，你们可就被秦二世给大肆屠杀，没剩几个人了。短短1、2年之间，竟然把满朝文武的能臣者都杀了。秦二世到底是哪个蠢货？陛下，臣冯去疾有本奏。陛下，臣下冯去疾有本要奏。哎，秦始皇干嘛呢？刚上朝就打盹了，这很不敬业啊！朕这是在思考，怎么能叫不敬业呢？陛下，臣下冯去疾有本要奏。爱卿言之。禀陛下，我大秦30万大军在北方驱逐匈奴，还有劳役修筑长城，耗费巨大。臣提议撤回一些北方大军。这倒的确是个大问题。如此大量的兵力和劳力，耗费不容小觑。而且北方这帮草原狼的骑兵来无影去无踪，着实让朕头疼。陛下，臣认为此事不妥，我大秦绝对不应该撤回北方之军。这北方之军乃是为了抵御匈奴，若是这些大军撤回，北方多个郡县可要遭殃了。李相，这我岂能不知？可长此以往，对朝廷来说很不利啊。不如先把南方的大军撤回来。南方大军，朕还有他用，不可撤回。南方大军需要按照冯征的想法，大兴稻谷，增加粮食产量，不可撤回。但如此耗下去也不是办法，这可如何是好？这冯去疾这一番话说的是大义凛然，但其背地里肯定是和一些权贵算计着。军队对粮食的耗损太大，不如撤回来一些。朝廷对军队和民间的开支少了，那对权贵的补贴自然就能更多了。不过别的不怕，怕的就是这货该不会趁机不给那些劳工和囚徒活路吧？毕竟在他们权贵眼里，这些人不算人的。陛下，朝廷要养近100万大军，一直耗费巨大。臣提议，不如再削减一些那些囚徒和劳工的粮草供应吧，如此方能让朝廷不再有如此大的压力啊！这冯去疾还真的是趁机把这一把刀砍在了对劳工和囚徒的供应之上，而这些和冯征的猜测竟然也完全一样。这小子可真是有两下子。若是如此人才能为大秦效力，那大秦非但不会有什么祸患，反而还更可能变得强盛无比。我去，老冯你是真敢说啊！看来你是巴不得大秦比之前灭得更快了。你这直接减了他们的口粮，让他们没办法活下去，那岂不是直接走了个捷径，逼迫他们造反吗？这点燃秦朝灭亡的第一把火，可就是这些囚徒和劳工啊！这冯征倒是看得透彻。朝中权贵市民如草芥，只图私利，想将粮草据为己有。朕若应允，秦王之火必起于被逼绝境的劳役和囚徒，故此劳工囚徒口粮绝不能削减。冯相所言需要好好考虑，朝廷需要权衡再三才能做出决议，否则的话，酿成劳工和囚犯的动乱，那将会影响大秦的安危。臣下建议，不如将南方的50万大军撤回一些。只留下10-20万，应当足以震慑百越。毕竟50万大军都在南方，且最近无战，实在是有些不必要。好家伙，这主意不错。这个南方几十万大军，如果没有什么需要的话，当然是撤回的比较好。冯征也认为撤回的比较好。哈哈，他大概不知道吧？朕已经让人去通知了任嚣和赵佗两人。让他们带兵进行开垦荒田了。朕且先不告诉你，
免得你这小子再察觉出什么端倪来。不过这任萧和赵佗两人可不是什么好鸟。秦朝灭亡之际，秦二世下令让这50万大军北上进行救援，结果这两人全都按兵不动。最可惜的就是那50万秦朝大军，老秦关中被项羽屠虐，却并不能回家救援，最后全都老死他乡。可恨，实在是可恨！任萧和赵佗这两个逆贼，竟然敢对大秦见死不救！如此逆贼，怎可久留？不行，朕要加派一道诏书，命人火速赶往南方，将这两个人给取代拿下，押往京城来。不过，到底该派什么人前去最为合适呢？今日陛下是怎么回事？陛下是否是今日过于劳累了？是有些劳累，这撤兵的事，朕再做考虑吧。诸位爱卿，可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奏？臣等无要事。陛下保重龙体要紧。好，既如此，那就先退朝吧。冯征，你跟朕过来。这冯征竟然被陛下如此重视，出入皆在跟随。这一番富贵，若是能给我的儿子们，岂不更好？去让人把李斯找来。诺。臣下李斯拜见陛下。张侍卫一日守在这里不少时辰，可曾辛苦？拜见侍卫郎大人，这是卑职分内之事。你我之间无需客气。我看你或许不必当一辈子的侍卫护卫。大人的意思是？我看你举手投足之间似乎有特殊的气质，万一以后能当个将军呢？哈哈，承蒙侍卫郎大人吉言，如此的事，章邯可是万万不敢多想。你信我，我看人的本事还是有一些的，早晚有你大展宏图、统领大军的时候。多谢侍卫郎大人抬举。陛下可是身体困乏，当好好休息才是。朕并不累，你马上草拟一道诏书，让人带往南海郡，拿下任萧和赵佗，不能再让这两个逆贼继续掌管兵马了。陛下，莫非这两人心怀不轨？这两个人有这个胆量敢造反吗？而且陛下是怎么知道的？朕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这两人的确是有心怀不轨。只不过尚未行动，所以朕让你拟诏的同时，跟朕想一想，派遣什么人前往最为合适。武将的话，臣下也不是很清楚，请陛下治罪。若是王贲还在的话，那就好了。王贲跟王翦离开了咸阳城，蒙恬又在北方，当下似乎没有一个很能统领兵马的合适人选，既忠诚又有本事的将领实在是难得。难道要派人去找王贲？等等，朕记得冯征那小子好像说过章邯，来人传章邯。卑职章邯拜见陛下。朕要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你且要给朕办好。朕封你为左将军，暂领南征大将军衔，拿下任萧赵佗的亲信，而后就地开垦，种植稻谷。末将领命。你切记今日之事，除却朕和左丞相李斯之外，暂时莫要告诉任何人。你到了南方之后，告诉他二人回宫领赏，让他们带着自己的亲信北上归咸阳，你在半路将其拿下。李相的计策不错，朕再给你2道诏书，一道让你暂领大将军衔，第2道在半路拿下这两贼与其亲信。诺，末将领命。末将斗胆，侍卫郎大人是否知道此事？冯征他自然不知。刚刚我二人闲聊，说末将有将兵之姿，臣并未当真。可现在这个人朕记下了，你且离去吧。陛下，这冯征小小年纪竟然如此不简单，此事你也不必告诉他，我对其更有重用。诺，微臣遵旨。另外，臣下有言，不知当讲不当讲？你我君臣有何不可言的？说吧。臣下虽然与冯相日常多有政见不合，不过却也认为今日冯相所言还是有些道理的。这南北都在用兵，朝廷消耗巨大，且中原空虚，不可久长。或许撤回一些兵马也是好事。李斯啊，你与冯去疾多有不和，今日还能为其政见说话，说明你这心里也是如此想的吧？臣下不敢隐瞒，正是。中原空虚，朕自然知道；南北用兵消耗巨大，朕也是知道。不过，你认为朕为何要让南方大军就地屯兵开垦种田？再者，你认为冯去疾的话本身乃是何意？
以你的聪明才智，还想不到吗？这陛下让南方大军就地屯田，乃是为了解决粮草的损耗。而冯相的意思，莫非并不是为了帮助大秦减少开支？你以为他这右丞相是怎么当上的？他乃是冯廷的子孙，祖上乃是我大秦的仇人。如今他当然对大秦无二心，但是为了能在老秦朝廷立足，自然与那些老秦的权贵们完全打成了一片，因此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陛下说的正是，冯相的意思是想要把朝廷省却下来的这一笔消耗发放给那些老秦权贵。是也，否则的话，他岂能又会说一句要减少那些劳工和囚徒的口粮？哼，不过是他们想要索求更多罢了。他们此乃大谬，不顾朝廷的利害。幸亏陛下慧眼识破，否则的话，真要与朝廷不利了。朕如此想，那也是因为有了冯征这小子的心理分析啊，否则的话也不会选择了拖延。好了，你先去吧，朕这里再想想办法。诺，臣下告退。侍卫郎，陛下让您进去。哦，好。臣下冯征拜见陛下。起来吧。诺。多谢陛下。章邯被我派去做别的事了，如今你自己独管黑龙卫。诺，臣下一定尽心竭力护卫陛下安全。可是我自己不会功夫啊，也就只能使唤使唤这些大内高手了。不行，回头我得做一个手枪出来。武功再高也怕菜刀，功夫再好一枪撂倒。手里有一把枪，那我就不怕了。今日朝上你叔父提出来，想要减少囚徒和劳工们的口粮，你认为如何？禀陛下。微臣有罪，不懂朝政。好家伙，你问我，我肯定不能说什么。不过你这秦始皇要是蠢到这都撕破不了，那可就不好了。毕竟到时候真的出了动乱，那肯定是你自己来替朝廷擦屁股。至于这些得到好处的权贵，他们早就成了大秦继续奋发向上的绊脚石了。好，不懂也罢。那朝廷所需要耗费的粮草如此之多，南方不提，北方常年抵御匈奴。不管是屯兵30万，还有几十万劳工刑徒修筑长城，也都耗损巨大。你认为可有什么破解之策？好家伙，哪个问题我都说我不会，你还问我匈奴问题呢？这我肯定说不会啊。禀陛下，微臣也不知道，此事只怕是得2位丞相以及列位公卿大臣才能够为陛下解惑。没错，你想要问这样的问题，得把那些人给找过来。不过，就算你把他们找来，估计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当下的匈奴对大秦来说根本就算不上大患，且内部内患未除，大规模对匈奴动兵，不管是损耗还是结果，那都只会是不理想。匈奴嘛，你修个长城作用自然是有用，但是其实它的作用也就那样，抵御耗费巨大，去抵御，这划算吗？这就相当于修了一圈铜墙铁壁，就是为了防范几只难以被捉到的老鼠，那成本耗费巨大，这肯定不划算呀。这说起来，对付匈奴，那就绝对不能够用中原以往的攻坚战。要想对付匈奴，那就必须得坚持以游击打游击。他用骑兵搞你，你用骑兵搞他，这不就完了吗？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朕本想着以我大秦之骑兵横扫匈奴，完成驱杀，但是奈何这匈奴的骑兵似乎比起我大秦的骑兵更加优越一等，只怕是扑个空啊！好家伙！没想到秦始皇还有这打算呢。秦始皇果然是秦始皇，还是有点脑子的。不过您这虽然大方向是准确了点，但是贸然行动也没用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匈奴的骑兵的确是比起大秦的骑兵更加有耐力，更灵活。而且这更为关键的是，匈奴骑兵对草原大漠可是比秦兵熟悉了1000倍啊。你这要么在长城脚下围剿不得，要么深入大漠。人家知道的地形，不管是利于脱身还是利于藏身的，那都比你擅长吧？你还追个球啊？要想对付匈奴，骑兵肯定得用骑兵，这是对的，但是却不是对着他们的骑兵猛打，那没用，你得对着他们跑不快的人打。
好大的青铜器啊！秦朝的，要是到了现代，能卖不少钱吧？你说，朕要是派骑兵前往大漠，抓着匈奴大军与其拼死一搏，该如何？这还不难吗？这问题已经算是非常的难了。这小子难道对如此的难题都还有破解之策吗？我倒要看看你这破解之策到底是靠谱还是不靠谱。这供应阵线长，你直接派个10万步兵北上草原，就地驻扎，看护粮草。这一下子有这10万大军守护粮草，匈奴人敢来吗？要是这样，一个军粮基地不够的话，那就2个或者3个。而大秦的几支骑兵就围着这几个军粮基地附近，又有供应，又能及时返回休息。匈奴人能奈我何？这还真是一个简直无懈可击的良谋奇策，只是这也只能保证大秦的兵马北上之后会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不败和大胜能一样吗？而解决了粮草隐患，那就可以放手一搏了。论骑兵的快慢，那肯定还是比匈奴兵慢上那么一些的，所以那坚决不能够找匈奴兵打。为何坚决不能够找匈奴兵去打？我大秦军队北上不就是为了打对方的匈奴兵吗？要打就得挑匈奴的软肋和要害，他们的要害从不是骑兵，而是部落里的普通民众，马牛羊老弱妇孺全在那，那是他们的命根子，犯不着死磕难打的骑兵，盯着他们的部落追击骚扰就好。骑兵跑得再快，也不能眼睁睁看着部落被灭，必然要回头解围。部落的民众和牲口跑不过大秦骑兵，优势在哪一目了然。到时候匈奴不得不打，而大秦攻坚战本就占优，即便一换一20-30万大军我们耗得起，可匈奴部众不足100万，损失20万就元气大伤。等他们骑兵主力耗光了，剩下的不过是待宰羔羊，再也构不成威胁。这小子心思也太妖孽了，朕竟然能够听到如此的妙计，实在是舒服。这小子可真是一块不可多得的至上瑰宝啊！都到这个点了，怎么还不开饭？我都饿到中午了。这中午皇宫该不会不给饭吃吧？哎，早知道多在怀里塞2个面饼了。话说这秦始皇咋不吃饭啊？你赶紧吃完饭，我也好问问我们这些当侍卫的几点开饭来着。朕都没说自己饿呢，你竟然还想先吃饭了？来人，去问下御膳房，让他们把午膳盛上来。诺。太好了，秦始皇终于要开始吃饭了。他这个老板吃完饭，那就能轮到我们吃饭了。哎，打工仔的辛苦啊！人家坐着我站着，人家吃着我看着，我明天也自己准备点特殊东西，能偷偷摸摸的填填肚子。还想要在咸阳宫偷偷吃饭？你小子这胆子，估计找不到第2个了。风筝，与朕一起吃吧，做个伴儿。我？真的假的？秦始皇要我一起吃饭？废话，自然是真的。朕还需要给谁虚让一番吗？臣下岂敢？臣下怕是影响了陛下用膳的心情。万一我吃相不怎么地，你再把我给惩处了怎么办？这不划算啊！让你吃就吃，不要抗命。诺。不必过分拘谨，此乃宫廷御厨所制，味道当是不错。你喜欢的话就多吃点。你这暗中也是给朕帮了大忙了，朕就赏赐你这1顿御膳。想必你第一次吃御膳，定然是会激动无比，惊为天人，也算是朕对你的赏赐了。臣下多谢陛下隆恩。这啥？这是烤肉吧？这烤的颜色有点不对啊！不对，怎么不对了？这烤肉竟然不改几刀，这外面都烤糊了，里面只怕是半生不熟的。这宫廷御厨烤肉的厨艺，火候的掌握，只怕是还不如我。我好歹也是在烧烤店干过一暑假呢。改刀？什么叫改刀？听也未曾听过。而且这冯征竟然还敢说自己的厨艺比朕的宫廷御厨还要更胜一筹。我再尝尝这味道怎么样？说不定皇宫秘方能有不错的口味。这味道他应该是感觉不错吧？毕竟这可是朕都享受了好几年的烤肉。这烤肉除了盐味，一点口味都没有。知道你大秦没有多少调料，但是也不至于穷酸到这地步吧？这就是羊肉蘸盐水然后烤出来的吧？这还是秦始皇的御膳，简直就是猪食啊！你敢说朕吃的是猪食，简直是胡说八道。陛下，是否是臣的吃样不佳，影响到了陛下的兴致？肯定不是吧？我才咬了一口，也没怎么吃呢。是你小子心里那大言不惭的话，让朕很是不爽。猪食，我宫廷美味竟然被你说成了猪食，这朕岂能还有什么兴致？对了，这小子既然敢这么说，那朕不如就趁机难一难他，看看这小子能做出来什么烤肉出来。今日的烤肉很不合胃口。是不是你在这的缘故？你这烤肉味道不好，关我什么事？咋的？我长相影响你胃口了是吧？可没这么糟践人的。御膳房的伙食水平不佳，你非要赖我头上？我试试做个烤肉出来，给你看看不就完了？
陛下既然胃口不佳，臣下心里也是万分不安。不如就让臣下露一手，试着做一做烤肉，亦或许能让陛下有另一番口味。不若陛下给臣这个机会。也好，那就看你到底会不会让朕失望了。我这要是做不好，那可就不是你失望不失望的事，而是我这命还有没有的事了。诺，请陛下放心。不过臣下还需借用一下陛下的御膳房。御膳房的一切随你支配调遣，且要仔细做出让朕满意的烤肉出来。做得出来，朕有赏；做不出来，朕可是要罚了。诺，臣下明白了。我今天是招谁惹谁了？真是蹭一顿饭都不容易。来人，带冯征去御膳房，命令所有人为其打杂做下手。侍卫郎大人，请。行了，都给我忙起来吧。禀侍卫郎大人，小的们都在，请大人随意吩咐。好。首先给我拿一块上好的新鲜羊腿出来，然后在你们整个御膳房里给我找这些东西来，所有的有味道的香料都拿来，我一一甄别。诺。陛下，请品尝。这烤肉的形状样色，可是比刚才那帮御厨们做的更加顺眼多了。这小子挺有创意的，这味道是真的好吃啊！比起以前自己吃的那些御厨们做的烤肉来，更有一种隐隐的香味和咸味。陛下，不知口味如何？很是不错，未曾想到你还会烤肉啊！微臣略知一二，不错是吧？不错就好，不过别忘了给赏钱啊！你刚才可是自己说的。这小子还敢在心里主动讨赏，很是不错，此番就恕你无罪。说吧，你想要点什么赏赐？禀陛下，臣下为陛下效劳是难得的福分，不敢讨要什么赏赐。陛下赏赐什么，臣就要什么。若是陛下能赏赐一些身外之物，微臣能吃口饭，自然感激不尽。这给别的我也没用啊，不如要点赏钱什么的，回头跑路的时候也好直接带走。兔崽子，身外之物好跑路是吧？那就赏赐你一处别院好了。这咸阳宫外面渭水河畔有一处院落，赏赐给你了。院落。微臣多谢陛下赏赐，微臣心中感激不尽。你给啥院子啊？我回头又带不走的，给点钱不好吗？小兔崽子还想直接拿钱跑路，朕偏不直接给你钱，免得你小子现在就找机会走。不过也行，等到秦始皇没了，我直接低价先把院子给卖了，不也正好？你这小子还真是个狗脑子啊！朕不直接给你钱，你竟然还想着把房子卖了。这家伙可是真够贼的，朕得给这小子找点留得住他的东西才行。不过该找些什么方能留得住他呢？暂且再想想，反正这小子一时之间也不可能会走。来，吃吧。你这烤羊肉的味道做的属实不错，跟谁学的？还能跟谁学？电视上教的呗。除了电视上，也就是当烤肉学徒的时候学的了。电视？这电视是什么东西？从未听过。禀陛下，臣这其实都是自己瞎琢磨出来的。毕竟臣下很多时候都得自己动手做饭，又没什么钱买多好的东西，也就只能想办法做得更好吃一些。这时间长了，也就会做了一些。没错，这我可没说谎啊。这冯去疾可是一直都是让我自己做饭的，就那点抚恤金也是克扣了大半多去。我自己那不得想办法省点钱吗？这冯去疾身为丞相，竟然还不给冯征足量的抚恤金，这可是他亡父的抚恤金啊！没钱啊，老板，你这不得给我点钱吗？孩子要穷死了，连回头跑路的钱都没有。真是让朕白感动了。这小子不是想着1年后跑路吗？既如此的话，那也好办了。未曾想到你这忠良之后，竟然也有如此苦闷的待遇，想必是整个冯府的花销太大了。不过这样吧，朕这里额外给你一些补助。好，给钱就行，给钱我就不怕了。给钱跑路是吧？这事情可不会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朕先给你每个月1万秦粮，这1年之后嘛，再一把给你50万秦粮，你看如何？我去，50万，50万秦班粮，那可是真不少啊。不过1年后，是不是秦始皇正好在外面的时候？那到时候他要是中毒碰壁了，我还能领得了钱吗？朕给你钱，你想朕死不死？不管了，到时候再看看。我就等到那时候，能领就领，不能领再跑路。朕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看来这小崽子那是不会着急跑路了。微臣多谢陛下隆恩。这一处院子倒是更像是一个园林，面积还不小。嚯，在京城能有这么一个园林院子，那可真的是很难得的财富了。
这园子以后是我的，得好好筹谋，做2手准备最稳妥。我先自己画草图规划园子，毕竟要在这儿住1年，才住得舒心。我该有自己的仆人了。以前住冯府孤身一人，府里奴仆对我爱搭不理。如今有了自己的园子，不能再这般，得找一帮听命于我的人，替我打理园子、办杂事，才能真正自在。你们大多数人都是瘦弱不堪，想必之前遭遇也很不好。不过我不嫌弃，我不管你们之前到底是遭遇了什么，我告诉你们的是，我不会虐待你们，也绝对不会饿你们的肚子。不过，我需要你们对我忠心耿耿。若是有谁对我不忠，那他力气再大，干活再多，我也照样不留他性命。而若是对我忠心，我自然给他一个活干，给他一碗饭吃。我的准则就这么简单，懂了吗？懂了，多谢主人。好，那现在我就给你们派发一些活干。冯征，拜见叔父大人。我也没想到，这才刚回来就要找我问话。回来了，呵呵，没想到今日陛下竟然带你去上朝了。陛下说让我侍奉左右，冯征自然不敢违背。哼，陛下能器重你，那很好啊。你可跟陛下提起你的2个堂兄弟了？提？2个废物，提了有个锤子用。禀告神母，今日陛下未曾问起我的2位堂兄弟，所以也不曾提起。他不问，你可以说啊。我看你就是怕你的2个堂兄弟夺走你的富贵是吧？你这富贵本就该属于他们的才是。你也不看看你2个儿子什么德行，他们有这个能耐能被秦始皇主动赏识吗？冯征于我而言，就像亲生儿子一般，此言日后不可再说了。我，你神母一向玩笑惯了，你也不要介意。今日陛下可有什么大事要刁难你的？禀叔父，陛下今天的确问了我不少问题，似乎陛下是想要对匈奴动兵。对匈奴动兵？这时候吗？莫非是今日我提起北疆的30万大军，还有劳工囚徒，耗费太大，所以陛下想要快刀斩乱麻，解决匈奴？哦，对啊，神母交代的事情我竟然忘了。明日我就向陛下说，推荐我的这一对堂兄弟，让冯开和冯弼他们进宫面圣，帮陛下出谋划策。如此，陛下对他们定然喜欢啊！让他们去给秦始皇在这方面出谋划策。哎，好啊，那明日你就让陛下……让什么？他们又不会这个，去了不是白去吗？陛下万一不悦怎么办？你这猪脑子吗？敢让你儿子去打搅了陛下的兴致，你懂什么？那我该什么时候向陛下推荐我这2个兄弟的才能呢？推荐才能，好像还真的没什么才能能被陛下赏识的。今日还不合适，不合适。他们2个只可像你一样，去当护卫陪伴就好。侄儿当然什么都不会了，然后陛下就让我一起陪他吃饭了。答不上来，陛下也没有迁怒于你。这不迁怒也就算了，还让你一起陪他用膳，这合理吗？这可能吗？这凭什么呀？那你陪陛下用膳，陛下有何反应？你是否办砸了？陛下说他御膳的羊腿不好吃，所以就让我给他做一份。陛下说我做的口味独特，很适合够口，所以就赏赐了我一个靠近咸阳宫渭水河畔的园子。你说啥？秦始皇大悦，还赏赐了一个园子给你，这世上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咸阳宫旁边渭水河畔的园子不算小，当比府丞相差不多大吧。冯征，你年龄还小，这么大的园子就由我来给你保管吧，日后等合适了我再给你。你可别扯了，还交给你保管？你咋不直接点说你想拿过去抢占独吞了？这倒是好主意，不过陛下说让我自己好好打理，以看我之能。既如此，那我就向陛下说明，把陛下的园子转赐神母就是。哎，好，那就给我了。胡说八道！陛下赏赐的东西你也想染指？陛下赏赐给冯征的园子，让他独自打理，以观其效。你掺和什么？你是想忤逆陛下是吗？我怎么敢？我只是想有好心帮忙。收起的你好心吧，妇人之见。
呵呵，既然陛下如此青睐于你，你可要好好的管理管理这些园子，切莫出了什么闪失，引得陛下不悦呀。叔父说的是，我自当好好保管，多多管理。你也累了一天了，那就去休息吧。诺，冯征告退。这凭什么？他光捞好处，就我们眼巴巴的看着，看着他好过，我这心实在是难受。哼，我的心里就好过了吗？你等着吧，我这就想办法让他倒霉。夫君，你想怎么做？哼，他不是有个园子吗？既然陛下说要让他好好打理，那若是他这园子里出了什么事，再或者再有什么朝廷的要犯窝藏在里面，那可就是不遵谋逆的死罪。哎，对呀，只要他出了事，那他就得死。那他的园子是不是就给我们了？你做梦呢！妇人之见，这园子陛下很有可能会收回去，倒是也有可能会赏赐给我们，比如大义灭亲的我。哎，对呀，到时候我们就来个大义灭亲，不信他不死。哼，园子如何，那都只能看陛下的意思，那是陛下给他的园子，可不只是他自己的园子。我的计划就是让他死，只要他死了，那一切都好。多买点粮食，吃饱饭，养好身体。要是有一本百科全书就好了，老子直接照着弄出来不就得了？再不然，自己也是个穿越者，怎么就不给自己一个金手指呢？啥都没有，这穿越也太真实了吧！唉。冯征拜见陛下。昨日一天都去忙园子了。禀陛下，正是。陛下赐给臣的园子还有良田，臣下不敢怠慢。我可真的没想打哈哈，看到你打了，我没忍住啊！谁让我昨天又是看园子又是看地的，布置任务加造纸又研究的，熬到了后半夜了。哼，这小子打个哈欠还抱怨起朕来了。侍卫郎，陛下，臣在。怎么看你也精神不太好一样？陛下，臣下昨日想起亡父，禁不住有些难以入眠，挤不出眼泪啊。装的应该还算像吧？你这谎话还真是信手拈来啊！还敢拿你死去的爹信口胡言，你还真是孝顺，是吗？你有孝心还是好的，不过可不要耽误了上朝护卫的正事。诺，臣下惶恐，绝对不敢耽误陛下正事，也不是上朝的日子啊。再说了，我自己又不会什么功夫，不过等我把他给造出来，那估计就有点小无敌了。这冯征莫非是个耍枪的好手？这小胳膊小腿的还真看不出来。等他把枪给造出来之后，朕可要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个小无敌。唉，又是找不到。我大秦遍地寻找，竟然就找不到个上好的铁矿出来。派出去几千人，竟然只有零零散散的一点收获。如此一来，我大秦如何能打造出横扫天下的铁甲大军出来？铁？对哦，这个时代铁的产量那是远远不够所需啊。整个大秦几十万大军用的武器似乎都是青铜武器。秦始皇想要打造出一支铁甲大军出来，这想法是好的。不过可惜啊，铁矿这东西，第一你找不出来，第二你也不懂得大规模冶炼。这小子说的倒也是，不过这铁矿有还是比没有强得多啊。摆在大秦面前的难题就是：第一，铁矿的规模太小，发现的总储量低；第二，冶炼钢铁的效率很低，产出的铁量自然也少；还有第三，钢铁的质量很低。就算是少有的铁器，那也完全不能够和现代的钢铁相比。冯征这小子，连朕1年后可能会死都知道。那既然如此，他知道不知道大秦哪里会不会有铁矿？冯征啊，你说我大秦就没有什么大铁矿了吗？啊，禀陛下，臣不知道啊。陛下鸿福四海，我大秦地大物博，物畜民丰，早晚定然能找到上等铁矿来。这问题你问我没用啊。看来是朕多想了，他一个10几岁的小孩子能有权谋韬略，那已经是不错了。这铁矿的事儿，他肯定是不知道。铁矿我当然知道哪里有，离开咸阳城不远，100余里之外的一处山丘下面，那铁矿就够大秦开采使用上1000年。但是你会冶炼铁矿吗？大秦既发现不了，也没那个冶炼的技术。既如此，那铁矿不如回头给我留着吧。距离咸阳城100余里的山丘之下，就有一个能让大秦开采1000年的大铁矿在。这小子不会是在瞎说吧？好家伙，这小子他竟然连这个都懂得！呵呵，幸亏你没能瞒得过朕。
不若朕即刻就让人去把这铁矿给找到、挖出来。不行，朕得想个办法让他把这些全都和盘托出，也免得朕在这里白白的耗时耗力而不得良果。可惜我大秦对钢铁如此奇缺，看来光是靠朕任用的这一批人，还远远的不能够找到适合的铁矿。朕即刻下诏，不管是满朝文武，还是普通的民夫、农夫，若是能找到一个大的铁矿者，即刻封侯拜相；若是再能奉上上佳的冶炼之法者，另外赏赐1000两黄金。这奖赏那么厚重的吗？直接封侯拜相？不过比起封侯拜相，还是那1000两黄金对我更有吸引力啊。毕竟秦王之后，官爵能有的作用太小了，还是钱当用。不对，官也有点用。我要是趁机凭着一个官爵、侯爵来到一个地方，发展自己的势力，搞点良田储备，那岂不美哉？当然，官不官的有着更好，没有也没什么。主要还是这1000两黄金便宜，别人倒不如便宜我自己。这小子可真是鸡贼得很，还真就想着拿着钱跑路，甚至还想着凭借官爵造势一方，想的有点多啊你。我可是刚刚说了，我对这个一无所知啊。那我现在再突然说出自己什么都知道，那岂不是露馅了吗？好像是这么回事。这小子刚刚还撒了谎，说自己对此一点都不了解。哎，有了，我可以做梦啊！啥？做梦？做梦有什么用？你做梦就能得到这一切了？虽然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假我晚上做一个梦，全部梦到啊！我就说，听到秦始皇的话之后，迷迷糊糊的做了个梦，梦到了铁矿所在的地方，也梦到了冶炼之法，岂不美哉？那到时候这黄金可就是我的了。好小子，你可真的是个狗脑子，这法子都能让你想到。你做梦了，反正得到好处的是朕，还有朕的大秦。没睡够是真的折磨人啊！看到别人在自己面前打哈欠，忍不住的就要被感染了。朕累了，冯征啊，朕看你似乎也没睡够。臣下有罪，臣下身为侍卫郎，竟然无好神采为陛下效劳。哎，你为王父所思，也不必如此。既如此，我们睡会儿。啥？我们睡会儿？别啊，我可不好这口。这小子想什么呢？奇怪得很。你就在这旁边的卧榻睡一会儿吧，朕要到里面的寝宫去歇息一番。这臣下岂敢？哦，原来是我睡我的，你睡你的。还好还好，还以为秦始皇要找我接见。让你睡你就睡。虽然我的想法是假装做一个梦，但是现在真是有不少的困意。既然秦始皇都同意让我睡觉了，不如就趁机补一补精神。好你个偷瓜贼，可算抓到你了！自己已穿越到大秦，哪来的瓜田与少女？谁揪我耳朵？班花，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是新来的小太监吧？竟然敢躺在我父皇的榻上，不要命啦！微臣冯征拜见公主。你是大臣？是啊，公主，微臣是侍卫郎冯征，是陛下让我在这儿稍稍休息的。没错，可真的不是我自己要睡的，我要睡，去自己的小床睡，岂不美哉？不过这个公主长得也太像班花了吧？够了，等等，该不会是班花也穿越了吧？等等，我要试试。什么班花？什么穿越？冯征又要试探什么？到底又是谁来了？公主，你什么星座的？星座？什么叫星座啊？哦，没什么，没什么，真不知道，还是假装的。这个桌面的图案和我手机屏保一样。公主，你手机屏保是什么？什么？哦，没什么，没什么。不是吧？真的连手机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是故意装的？哎，这房间好大呀，要是有个电视就好了。班花，你家电视有多大呀？电视？要不他还是看看去吧，这冰不能脱了。这是真不知道吗？不过话说回来，她一个公主似乎也没有隐瞒我这小人物的必要。是何人来了？拜见陛下。
父皇，是我，女儿拜见父皇。哦，是月曼啊，你怎么来了？今天父皇不上朝，我就来您这咸阳宫来了，没打搅到父皇您吧？这是冯征，朕的侍卫郎，这是朕的九公主月曼。拜见九公主，看来真不是班花啊。不过这也太像了，未曾想到这世上还有这么凑巧的事。这小子在什么地方见过与月满样貌神似之人吗？不过他刚才问的这一些话，朕倒是一点都没懂。什么星座，什么手机，什么电视的，这都是什么东西？父皇，这是您新封的侍卫郎啊，可是个很好玩的人。是吗？是啊，可是很好玩，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父皇不如把他借给我玩2天吧。啥？把我借给你玩2天？你把我当成啥了？好像也不错，反正上辈子和班花也没有怎么说过话，也就最后有了一次不是惜别的惜别。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熟悉的脸，不如好好交流交流。而且这样貌这气质，比起班花来清纯淡雅不少，古典柔美更佳。跟他玩我不吃亏啊！这小兔崽子在想什么呢？总感觉这小子似乎是有那么点不怀好意。他该不会是喜欢我这宝贝女儿吧？说起来，月曼的年龄和冯征真的相仿。这个年龄的确是该许婚配了。若是把冯征当择为月曼的夫婿，不知如何。不过还是先看看月曼是否会喜他吧。若是不行，再让吾儿重新挑选也好。若是下朝之后不忙之时，倒是可以让冯征与你玩耍一番。真的？怎么感觉这九公主看我的眼神，好像是在某种小动物一般？唉，可惜啊，这九公主如此可爱。还有那扶苏如此忠厚宽仁，日后竟然都要被胡叶那家伙给弄死，这叫什么破事儿啊？什么五马分尸？朕的心爱的女儿还有扶苏都会被胡叶那家伙给弄死？这怎么可能？秦始皇33个子女，除秦二世外，全被其诛杀。一代雄主竟落得亡国灭族，都是因为秦死的太突然。早一点把扶苏确立为太子，那估计大秦也不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朕的朕会有如此这些糟女，到底是做了什么，让秦二世如此作恶歹毒？父皇。我的胳膊，我的胳膊！朕刚才思虑大事，不慎捏疼了吾儿，给朕看看，是否是捏出痕迹了？父皇别担心，父皇肯定是心中有忧虑的大事，所以才分神了吧？这九宫于人美心善，乖巧解意，日后竟要五马分尸，实在不甘。我真想将她拐走，可她届时空已嫁人，形同路人，纵有救心，也只能判她少受些罪了。看来这小子是很希望能够与吾儿月末一同的。既如此，若是朕把月末许配于他，他是不是就更加坚定不想走了？还有这好事吗？陪公主可比在这儿陪你强多了。有这活儿，我天天都愿意做啊。朕让你护卫左右，你竟然还敢嫌弃朕？好你个小子！臣多谢陛下，请陛下放心，臣下必定护卫公主的安全。那就去吧。臣遵旨。多谢父皇。来来来，陪我去玩。诺。公主，我们去哪儿去？我问你，你刚才说叫我什么来着？是叫我班花吗？太像了，真的太像了。未曾想到，这一世竟然还能再遇到一个和班花如此神似的女孩，简直做梦一般。公主，你……班花是什么？好吃吗？公主，这班花的意思是夸人漂亮。是吗？班花是夸人漂亮的意思？对对对，这班嘛，就是人多的意思；花呢，引意为美，意思就是在众人之中最为漂亮，所以就叫班花。哦，确实如此啊。那以后你就叫我班花吧。这微臣岂敢，不合规矩，万一陛下不悦就不好了。哎，你等父皇不在时不就好了？诺，微臣领命。班花，我带你玩点好玩的。好啊，你有什么好玩的？快带我去。嘿，如今天气风头正好，我带你放个风筝去吧。是放你吗？不是，是风筝，不是风筝。我做出来你就知道了。好呀好呀，那你要什么？一些竹条，几块白布，还有笔墨。除此之外，就是一些碎布死绸，我要弄成细线。那
我这就让人给你去弄。多谢班花。班花，我做好了，这就把它给放出来。好呀。天哪，天哪，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公主，不是班花，要不要来试试？我也可。自然是可，我特意送给你的。班花喜欢就好。可惜的是，大秦的命运如此的厚重，他可不想当第一个去敲动的小白鼠。毕竟，人什么时候都得先保证自己的性命和存在，如此才有希望。也不知道这1年之中，月曼能不能被许配了人家。若是没有，秦乱之后我直接把他给截胡带走，也免得他遭遇杀身之祸。如此，自己多了一个小娇妻，而月曼也用不着死了，帮了他，也帮了自己，那岂不美哉？我本就事务繁杂，男儿在世，总得手握实力前程。始皇许诺的官职与千金，我必得拿下。攒钱财，积政治资本。可我年纪尚轻，这点权势难动大秦根基，不如借势暗中囤货蓄财，静待秦王届时便可起兵。既如此，便定下大计，全力敛财布局。微臣冯征拜见陛下。冯征来了，进来吧。昨日月曼告诉朕，这冯征很懂得怎么玩耍，他也玩得非常开心。看来两人十分的投缘。既如此，倒是可以撮合两人。冯征若为月曼，或许就更愿意留下来了。禀陛下，微臣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你有何言？言之便是。禀陛下，微臣昨夜受张姓大仙托梦，咸阳城郊有一铁矿，且神仙授予冶炼钢铁之法，不知陛下可愿一试？是吗？这位张大仙看来真是我大秦的福祉啊！看来是陛下想要强秦之心感动了神灵，此乃大秦的福分。我的意思是，你该给钱了，大哥，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那官给不给都行，钱可不能少了。这个臭小子不着急要官，却着急要钱。既如此，那朕就封你为……太好了，我的黄金1000两。哈哈哈，咋不说了？您倒是把那后面的话说完了。冯征啊，朕觉得还是先验证一番比较好。好家伙！秦始皇也这么鸡贼啊！好你个小兔崽子，竟敢说朕鸡贼！陛下所言甚是，不如就让微臣前去如何？也好，朕让人与你一同前去，护卫你的周全。真的吗？这怪不好意思的。你不好意思个屁！朕是怕你中途跑了。来人，叫王离。这个王离莫非是武成侯王翦的孙子？没想到此番竟然是他和我一同。末将王离拜见陛下。这是侍卫郎冯征。此番你负责护卫他的安全。诺，末将领命。王离真是可惜了，估计就是因为太年轻，所以才在和项羽大战的时候被杀了。你爷爷王翦杀了项羽他爷爷项燕，他项羽又杀了你王离，还真是造化弄人啊！王离日后竟然是死在了项羽的手里，而这项羽果真就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孙子。我大秦最后竟然是败在这个楚人后代的手中吗？不可能！朕偏要借助冯征为大秦逆天改命。陛下，那微臣这就出发了，一定要把此事做好，然后马上回来。诺。王小将军，听闻你的祖父和你父亲现在已经不在咸阳城了？没错，末将的祖父和父亲在几年之前就已经离开了咸阳，也不知道到哪去了。王翦不愧是王翦，大秦一统6国之后，他自己倒是来了个激流勇退，倒是有个安详的晚年。你祖父武成侯乃是大秦的战神，可惜我可能再也见不着了。祖父说他已然垂垂老矣，雄风不在了。只可惜我未曾学得祖父和父亲的本领，如今还只是一个小小的2无白种。不过倒也不是嬴政不给王翦面子，而是王离实在是没有那么大的本领，而且另一方面，他也实在是有点太年轻了。就是这里。侍卫郎大人，此地果真会有铁矿吗？你只要信我，那就绝对不会有错。报，有发现了！恭喜侍卫郎大人，此番为朝廷发现了铁矿，陛下必定大悦。呵呵，还行还行，钱啊，1000两黄金啊，1000两黄金，我可就能干不少的事儿了。我给你们留下足够的口粮，
你们这些人往东南西北各自扩展300步，继续挖掘。这4下延展几百步都有铁矿石，你们先在这里守候。朝廷很快就会派来专门的队伍前来建设铁矿。王离，我们回咸阳城复命。侍卫郎冯征前来向陛下复命。大人，陛下有令，侍卫郎大人回来后直接上朝禀报。上朝？对呀，今日是朝会，我得赶紧过去要钱。禀陛下，侍卫郎冯大人回来了。这小子这些天干什么去了？宣他上殿。微臣冯征拜见陛下。冯征，事情办得如何？微臣在周至附近已经发现了巨大铁矿，正留人在那里开采。好，实在是太好了。陛下，不知冯侍卫郎所说的巨大铁矿可为真否？陛下，冯征年纪太小，且未曾有过什么见闻，估计他说的大铁矿乃是不实，还请陛下莫要过多怪罪。哎，冯去疾你个老邓，说我言论不实，你是借机不想让我立功吧？明面上替我求情，实际上却是要坐实我御前撒谎的罪名。你这冯去疾乃是我堂堂大秦右相，竟是如此啊！冯征所言未必不实，朕派了王离以及一队黑龙卫一同前去，宣他们进殿吧。拜见陛下。王离，此番跟着冯征，是否寻得了大铁矿？回禀陛下，侍卫郎大人带着我们南下周至村附近一处山坡之上，寻得铁矿，且覆盖范围很大。陛下命冯征寻觅得大铁矿，为我大秦所用，此乃我大秦之福，大军之幸。陛下圣明。陛下，赏赐冯征以犒劳其立之大功。朕正有此意，按照之前朕下的诏书，就给冯征封侯长安。我的封地怎么偏偏就是长安呢？没那么巧吧？我又不姓刘不姓李的，难道我要当第一份了？等等，这样的话，我的地方就只能是咸阳旁边的长安乡了。我的确是想让他离得近一点，不过这小子说的又不姓刘不姓李的，又是何意？陛下，臣认为陛下敕封冯征为侯爵实在是不妥。好你个冯去疾！这老邓一定是觉得我封了侯，地位比他都要高上一筹，接受不了了。冯相何故如此啊？禀陛下，微臣觉得冯征年龄尚小，若是现在得了侯爵，怕他过于享受，不如等10年之后再行册封。陛下以为如何？陛下，冯相说的是啊，这冯征年龄太幼，现在给其勋爵，万一养惰，那就不好了。陛下，臣也认为，不如就等10年后再给冯征勋爵，那时候尚且不晚。你小子想要以这功劳就得到关内侯，那岂不是不在我之下了？我这理由十分合理，还有人帮我说话，陛下定然答应。什么狗屁文武大臣，有的是真不懂，有的是装糊涂。毕竟都是冯去疾一伙的，不会真有人以为冯去疾真的是为我好。这个老登肯定是想着不能让我得到这个勋爵，否则的话就不好把控我了。反正那个什么侯爵我也不喜欢，1年后我就要跑路了。关键是那黄金得搞到手啊！陛下，臣认为冯相所言不妥。陛下，那你来说说你的想法。我大秦向来律法严明，赏罚分明，如冯相所言，本朝可从无先例。而且冯相说延期10年给冯征爵位，如此罔顾陛下旨意，莫非朝廷是冯相一家之言？我去，老李这文化人怼起人来还真给力啊！不过有点没道理啊。这李斯跟冯去疾就算不和，也不至于因为我如此吧？难道是这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不过他也应该不知道我和冯去疾这关系已经水深火热到这地步了吧？不管怎么说，老李这人不错。等秦二世灭你3族的时候，我暗中派人救你一下。反正你因为劝阻秦二世别实行暴政而被腰斩了，这说到底对你这一身治国本领来说，那不划算。什么？朕没了以后，这秦二世竟然把李斯给砍了？这罪名还是因为李斯劝阻秦二世别实行暴政。朕还以为李斯是走在了朕前面，对秦灭没有丝毫干预。臣绝无此意，臣下都是为了大秦，请陛下恕罪。还都是为了大秦？你天天让我给你汇报秦始皇都干嘛了？那不就是生怕秦始皇重用了我吗？什么？这冯去疾安敢如此？够了！朕有言下诏在前，冯征立功寻矿在后，此事不必在意，即刻加封冯征为长安侯，赏赐100顷良田。停！
不是说好的1000两黄金吗？你给了我钱，我好到别的偏远地方去偷偷买点田种地啊。你2次都是赏赐了眼皮子底下的地，我不好一口气全拿走啊。这小兔崽子想要钱是吧？还偷偷买地种粮，想的倒是挺美。再说了，这1000两黄金不是说的奉上冶炼之法吗？你这不还没献上呢？老登，看我封侯是不是很难受啊？此外，若有人献上炼铁之法，可得黄金1000两。好像上次秦始皇是这么说来着，我还纳闷，怎么只给我官不给我钱呢？那这次能得到这赏钱的，肯定就是我了呀。别了吧，你们还真想和我争啊？这大秦当下的冶炼水平能有多好？别的不说，你把干将和欧冶子2位老前辈找来，那我也至少有把握5-5开啊。这小子的炼铁之法能有如此之神吗？他竟然说自己的冶炼功夫不在欧冶子之下。这一个个的大臣似乎都想要这一笔钱是吧？反正我是不怕比的，有种你们就把你们带来的人跟我比一比，除非是把干将莫邪和欧冶子都带来，否则的话我还真不怕。对呀，既如此，倒不如举办一场冶炼的比赛，也可以让所有人信服。朕打算举办一场炼铁比试，炼铁效率和质量最高的一人可得1000两黄金。即日起张贴告示，任何人皆可参加。臣等领命，多谢陛下。诸位爱卿，可还有事要奏？臣下上次所说，大秦开支巨大，不知陛下可有决断？关于此事，朕打算出兵匈奴。北方匈奴终究为大患，若是想办法而将其驱杀，使得北方不再有什么威胁，那么我北方的虎狼之师就不必驻守那么多了。修筑长城的劳工也无需那么广，而且北方虎狼之师还可以南下帮助，一并拿下所有的百越之地。如此一来，我大秦就不再会多耗费那么多的粮草物资了。陛下，微臣斗胆，大秦已然缺少粮草，此时兴兵是否冒进了些？而且万一作战不利……废话，这当然很冒进了。关键秦始皇他好像并不知道怎么打匈奴啊。不过问题不大，反正秦始皇明年就没了。早点晚点区别不大。我说你个臭小子，为什么这么想？感情是认为，反正大秦是没救了，早拉垮晚拉垮都没多大区别，是吧？不过如今各地需要的粮草已经很为紧凑了，若是大军北征匈奴，那肯定需要更大的一笔粮食。这件事还是真不好办了。不过谁说秦朝没有粮食了？只不过都在权贵的家里罢了。权贵手中的粮食可不好拿。不过这贸然要粮食，容易让权贵和朝廷人心不稳，得挖个坑让他们往里跳。强迫他们交，那都交不出来，更何况是让他们主动交粮。这冯征真是想法一个比一个不实际。办法嘛，也不是没有，比如可以给点勋爵啊。大秦不是有这个交钱给一段官做的买官制度吗？现在就可以把花钱改成借粮。没错，说是借，今年借1担，来年还2担，还不上，那就赐给他们家做儿孙勋爵。反正大秦的爵位没有世袭制。现在有一个能够不通过战争而得到勋爵的方式，那些子孙无能的大家族，谁不心动啊？哈哈哈哈！这办法还真能让权贵这一匹狼主动把身上的肉给割下来。这小子的脑子真是逆天了，能给这帮权贵下了这么妙的一个套子。而且秦始皇明年就嗝屁了，还不上也没损失啊。对呀，来年朕若是死了，我呸！这小子原来打的这个主意。再等1年，秦2世暴政，权贵被屠杀大半，当然更是要不成了。然后再等1年，秦2世也死了，但是马上秦也灭了，这还要个屁了。所以说，大秦朝廷做这一个买卖，那绝对是稳赚不赔啊。这小子说的是挺有道理，但是朕的大秦怎么被他给说亡了？不如这建议由我偷偷的提出来，但是好像也没这个必要啊。我倒是不怕得罪这帮老秦权贵。关键是这事儿他没好处啊。这小鬼还真是无利不起早，不过站在他的角度来看，确实无可厚非。朕这里还真需要这样的人。粮草之事，朕自有办法。若无他事，便退朝吧。3日后，咸阳宫外举行炼铁大赛。臣等告退。竟然让这小子得到了一个侯爵，必须抓紧除掉他了。若是他知道他父亲的死因，定是个大麻烦。冯征，随朕去后殿。冯征，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了。禀陛下，臣下不敢邀功，此乃大秦的福分。我原以为这钱还能一口气给我呢，没想到只是给了我个小小的侯爵。若要官职有个屁用，
我要钱啊！你就装吧，你想要钱，我偏不给你，我也装不知道。今日你叔父所说关于粮草之事，你可听清楚了？这微臣不懂朝政，更何况是微臣叔父之言，微臣也不知道该如何答之。没错，这古人不是说做人得忠孝？这冯去疾再不是个东西，那名义上也是我叔父不是？我呛糊了他的话，那算是晚辈不尊吧？当然，这都是唬人的屁话，主要是没好处，我干嘛要趟浑水呢？你若是能给朕想出一点办法，那自然是好的。你这脑子很好，朕看不错人的。微臣愚钝至极，愧对皇恩。说出来，朕有赏赐。陛下看人真准，臣有一计，可解燃眉之急。有赏赐您早说嘛，害得我装得这么辛苦。是个好法子，可日后爵位越多，消耗不是更大？你可拉倒吧，大秦哪来的日后啊？而且就算有，权贵的规模越来越大，那时候耗费也不会小。要想解决这困境，那就得创造更多的粮食和财富，要让一个国家尽可能的保持活力和朝气。唉，现在咸阳城的京官的确绝大部分都是老秦贵族的出身，规模只会越来越大。不过冯征所说的创造出更多的粮食和财富，还要让大秦保持活力和朝气，这怎么做到？陛下，臣认为应当伺机从权，等解决了北方匈奴，节省下的粮草应当足矣。话是这么说，不过这大秦也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再说了，你也不会打匈奴啊。反正我主意是出了，你该给钱了。好，你这法子很是不错。既如此，朕就赏赐你长安乡周边1000户百姓，给你当食邑之用吧。不给钱吗？你堂堂始皇帝怎么这么抠门啊？我有钱这些都能有啊。不过也行吧，毕竟多点人种地，我倒是可以多收点粮食。3日之后，朕在咸阳宫外举办炼铁大赛，你不是也知道了什么不错的炼铁法子吗？到时候给朕看看。我这法子还给不给良乡啊？万一还是不给钱咋整？到时候若是你的炼铁法最为出众，朕就赏赐你1000两黄金。给钱？只要钱到位，干将都干碎，您就瞧好吧。臣请陛下放心，3日之后，臣定然拿出上佳的炼铁之法，为陛下赏目。老天瞎了眼了，这个小子竟然就这么被封为了侯爵！什么？冯征被封了侯爵？没想到一个冯征竟然3番4次的受到陛下如此的器重，更想不到李斯今天会为他说话。这冯征孤儿一个，文不成武不就的，凭什么比我们儿子强？这冯征若是得了侯爵，日后若是真的要追究起他父亲的死因，对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隐患。那时候他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这几年他到底过得怎么样？难道你心里还不清楚吗？你说的不错，找人杀了他吧。你放屁！杀陛下身边的红人，你活够了吗？那我们该怎么办？这件事我自有安排。如今陛下要举行一个炼铁大赛，赏金有1000两黄金。这笔钱若是我们得到的话，届时自然有更多人站在我这边对付冯征。1000两黄金，若是能得到，我该去哪儿安家呢？有了，就选蜀地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人太少了，并且中原化的程度太低，所以并不被大秦和中原东方6国的人重视。但对现在的我来说，不正是完美的安身之地吗？万事俱备，只欠黄金了。等到我这1000两黄金到手之后，我就在蜀地买他大片的土地开荒耕种，到时候我这手里就有天下最富庶的粮仓了。拜见长安侯。诸位无需多礼。禀长安侯，陛下有请。诺，我这就过去。关内侯这尾巴都快翘上天了，人家现在是受尽陛下恩宠啊。冯相，您来了，诸位都在呢。今日我也来凑凑热闹。哎呦，冯相，您身后的这几位匠人是？既然是陛下说要举办的炼铁大赛，我就把欧阳慎和欧阳须这2位大师给请来了。据说他们可是冶炼大师欧冶子的后代啊。冯相，您家的侯爷刚刚又被陛下请过去了。哦，是吗？冯征拜见陛下。冯征来了，身后的是你的仆人吧？朕今日是要看你炼铁的，你找一帮仆人来干什么？禀陛下，他们都是我找的铁匠。你这铁匠看起来不太健壮啊，你们几个
都当了几年的铁匠？禀陛下，3天。我们跟着侯爷学了3天打铁。冯征，你到底想不想赢？就带这么2个半吊子，这冯征莫不是在跟朕胡闹？说啥呢？我怎么就不想赢了？谁说这炼铁一定得是非常健硕的才行了？炼铁可不是完全的力气活啊，应该叫技术活才对。有我这技术在，他们那些人长得再强壮也没用啊。哦，我明白了，秦始皇是不是觉得我这么随意的带一些人来，不够尊重和重视这次比赛啊？回禀陛下，其实微臣是故意的。那为何如此啊？你就接着编，朕看你能编出什么花来。微臣是想着，这我大秦的军营里也不是所有的士兵，或者说大部分的士兵都不是那种体型十分健硕的人吧？是如此，那又如何？微臣斗胆问陛下，那我大秦最需要给铁器冶炼的就是军队吧？我大秦冶炼铁器，自然是为了让军队披坚执锐，横扫无极。若是所有的士兵都可以操作起冶炼技巧了，那我大秦士兵到哪里都可以随时随地将自己的装备武器冶炼一新。那对我军来说，尤其是在两军交战期间的我军来说，是不是最为重要？若是所有的士兵都可以操作起冶炼技巧了，那我大秦士兵到哪里都可以随时随地将自己的装备武器冶炼一新，永远都保持最为锋锐之态。陛下您说是吧？这话好像还真有道理啊。不对，等等，你的意思是，你有办法让普通士兵也能掌握此法？禀陛下，微臣不敢撒谎，我本来也没撒谎啊。原本我就是这么合计干的。我要的是工艺流程，这是技术，体力那是主要的吗？一力降3会，但是降不过100会啊。朕倒要看看你这炼铁的技术究竟有多厉害。启禀陛下，时辰差不多了，您看可以开始了。诺。诸位大臣，请安静。现在由我来奉陛下之命讲述规则。第一，时间是3个时辰。第二，产量按参与者的人均来算。第三，所有权贵本人计算在内。第四，产量相同者以炼铁成色更高者取胜。所有参与者不得相互干扰，违令者严惩不贷。按照平均产量来算，我这么些人不是白带了吗？我也要参与均分，我不会打铁啊，能不能不把我当成人啊？比试正式开始。诺，小人领命。今日就靠2位大师的神力了，请丞相放心，放眼整个咸阳城，能比我们出众的自然不会有之。到时候让我2人能够上朝为官之事，这是当然。只要2位能帮我赢下来，你们入朝为官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多谢丞相。我在欧阳山。陛下，这长安侯丝毫不慌啊，他这是要做什么？朕也猜不透。这风筝到底要搞什么？什么技术这么慢悠悠的？现在做的最多的是谁啊？禀陛下，做的最多的是九京中太仆正丞的侄儿正发。不过他们人数最多，其次便是冯相。冯相请了欧阳慎和欧阳虚2位铸剑师，以及他们的2个弟子。你说的那2人是欧爷子的徒弟吧？这冯去疾是要志在必得呀。冯征这小子不是说，就算是把欧阳子和甘荆挖来，他都不怕的吗？朕倒是要看看你的本领。过去这么久了，你还不开始？你在搞毛线？哼，这长安侯终于把灶台搭完了啊！乳臭未干还敢掺和进来，果然他的一切所得都只是因为机缘和凑巧罢了。都准备好了吧？那就开始炼铁吧。等下可是要把融化铁水接好。这小子怕是不知道铁水是什么意思吧？这人谁啊？完全外行吧？2位觉得这铁水好化吗？丞相，我们炼铁一生，可从来都没听过铁还能化成水呢。无知者无畏啊！今日若他能让老夫见到铁水，我就把铁水喝下去。侯爷，这样会不会……只管照我说的做。土鸡瓦犬，能知道大鹏凤凰飞多高吗？侯爷出铁水了！陛下，长安侯也炼出铁水来了。你说什么？此事当真否？速速带朕前去。陛下驾到！这铁都能化成水，我莫不是眼花了？
你眼花了，那大家岂能都眼花了？这还怎么和人家比？人家直接一口气就是一把把的成品。冯征，你这是如何做到的？陛下，其实这特殊之处就在那几个东西的身上。这些是什么东西？陛下，那东西叫做风箱，用来鼓风的。这鼓风有何用啊？鼓风之下，火势变大，火焰变为更加灼烈炽热，所以铁才更有可能化为铁水。一帮土鸡瓦犬，刚才一个个还对我冷眼嘲讽得很，现在看到我这东西有奇效了，就想偷师学去，做梦去吧！我能告诉你们，这里面其实就一条横木棍，一块树木板，外加一个小小的出风口，这么简单吗？原来如此啊！就这么简单？陛下英明，正是如此，所以臣才会说，我这冶炼法子适合军中所有的人，不必专门让那些身形健拙的人制作。好啊，实在是好，这一道流程下来，直接就成了刀剑了。如此倒是可以省却了不少的人力时间。很好，朕看这次胜利非你莫属啊！多谢陛下，1000两黄金啊！这我能偷偷在蜀地买多少荒田，开垦粮食啊？这小子要偷偷的在蜀地买荒田开垦，种地好啊！你这种地可是为大秦增加粮食，到时候你这一笔粮食被朕给买了，我大秦岂不就是更加不缺粮食了？朕定然要让那蜀郡太守李良暗中多给这冯征一些好处便宜，让他多多的耕作一些土地。两位大师，这冯征所用的冶炼之策，不知道你们可否听闻过，或者能否做得出？传闻我家先祖欧冶子的确是以蓝火而造龙渊，但是这道我们祖上都未曾学得，更何况是我们。那你们可有什么别的良策能够胜过他的？唯有多制作一些。多制作一些。这成色比起一般人的好，但是比起冯真的可是差了多了，而且这速度，接下来只怕超过他们是早晚的事。你们两个若想活命，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冯相，我们只是来冶个铁啊。是啊，冯相，我们不是说帮了你，你想办法给我们封官吗？这没帮成，也不至于要我们性命吧？你们当初可是给我保证，定然会夺得第一，助我得到千金。我堂堂丞相，而空落一场，脸面何存？我可是当朝丞相，你们觉得整个大秦还有你们的容身之所吗？请丞相吩咐。不如此，必死无疑。诺，我二人照办。时辰已到，所有人即刻停手，不得有误。除了自己之外，一个是冯去劫的稍微多一点，另外一个人虽然是找了17、18个人，也练了一大堆，但是不足为惧。好了，现在清点。除却了长安侯右丞相以及正发之外，其余的人也不必看了。所出太少，成色也不可与长安侯和右丞相相比。而至于正发、成色以及所出都不如长安侯，也不必比了。因此，只看长安侯与右丞相两人的即可。陛下，臣下认为不用比了。冯征的冶炼之法甚为奇妙，且直接为铁器成品，更为优越。如此一来，当是冯征获胜。哦，冯相如此大义，实乃百官表率啊！既如此的话，那就……陛下。草民二人要检主长安侯窃我祖上铸造良法之罪行，偷盗他们祖上，也就是欧冶子的铸造良法。我真是出门忘看黄历了，这俩人谁啊？怎么这么不要脸啊？你们哪位啊？我们乃是欧阳慎和欧阳虚，我们祖上乃是大名鼎鼎的铸造大师欧冶子。欧冶子后人，那关我屁事？我用的是技术，锤子的偷盗，你们怎么疯狗乱咬人呢？你们二人如此说，可是有证据？陛下，草民等有确凿证据。因为草民祖上曾经就流传了如此的铸造秘术，以木香为器，则能以蓝色火焰而炼化钢铁，化为铁水。对，此等妙法乃是我先祖留下的。不过几年之前，这妙法竹简突然不胫而飞，请陛下为我等百姓做主啊！竟然偷来的冶炼之法，我说他这么年轻，然能懂得如此神奇的炼钢之法，这本就十分不合理嘛！这身为权贵子弟，竟然行如此偷窃之举，岂能配得上封侯拜将？陛下。我大秦虽然以权谋而得六国，但是对我大秦自己如此奸邪的人，朝廷断不可留。陛下，如此说来，这1000两黄金当给冯相才是。右丞相不愧是右丞相，有如此之多的大臣为其摇旗呐喊，想必秦始皇定然是要相信了我们的话。冯征啊，冯征，反正我们只是听命行事，你要倒霉也别怪我们。陛下，臣下斗胆请进一言。冯相，
你要说什么？诺，臣下请陛下惩治微臣的失察之罪。微臣待冯真如同亲生，万万没想到他会做出如此之举。臣认为他应当不是故意行此之恶，请陛下莫要严惩他。不如就让他暂时罢官夺爵，回冯府深思改造。冯相不愧是冯相，对待侄儿如此亲情厚厚。这长安侯都有如此卑劣之举了，竟然还如此包容，当真是对得起朝廷和大秦，是我等表率啊！若是朕不知道实情，只怕是要被你们这帮人给如此糊弄过去了。冯去疾这个老登可真是不要脸，这一番以退为进，是想要坐实我的确犯有偷窃之罪是吧？还有这帮权贵，本就和这冯去疾沆瀣一气的，估计更是看我年轻就得到了侯爵，心里也不爽吧，所以想要趁机一起发力，把我给踩下去。不好意思，就你们这点心计，太嫩了。陛下，臣有话说。陛下，证据已经确凿，不必再听他狡辩了。哦，是吗？陛下，臣要举报此人意图欺君谋反。你胡说！我胡说？你这欺君谋反已经是证据确凿了，还要狡辩吗？陛下明察，是长安侯在血口喷人，微臣行得正，做得直，从未有过任何不轨之心啊！冯征，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意图谋反？请陛下恕罪。因为他说微臣偷窃这件事是证据确凿了，这不是当着陛下的面说谎吗？冯征，陛下面前不可无礼，你身为晚辈，不可如此胡来，且听陛下怎么说便是。叔父教训得对，叔父，其实这还有人说，大秦只认叔父之威严而不尊陛下，不知道叔父认为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冯征，有这样的话吗？陛下，绝无此事啊！朕没问你。冯征，你来说。这禁不住推敲的事，当然就是假的。不如陛下也让微臣自己把今日有人诬告微臣之事，在陛下面前推敲一番。若是假的，还请陛下还臣一个清白。朕准了，你想怎么问就怎么问。诺，多谢陛下。这陛下对冯征还真是不一般的恩宠啊。是啊，刚才你们二人说我偷了你们祖上欧野子的冶炼良方是吧？没错。你用的就是我们祖上欧野子的冶炼之策。正是如此，苍天在上，我们二人绝对没有撒谎。哦，是吗？那是哪一年被偷窃的？7年，不对，1年前。到底是1年还是7年前？就是1年前，突然不翼而飞了。1年前还行，若是时间早了，我估计跑都跑不出冯府呢。那这冶铁的良策，之前你们二人可否知道是什么？那自然是知道。这么说，两位是明明知道如此精良的冶铁良策，而这么多年不奉献给大秦朝廷，这是想着给哪个六国啊？我记着两位的祖上一开始是越国，而后来才成了楚国人的是吧？你们是越王勾践之后欧冶子的后代，身有如此冶炼之策，不想着为大秦效力，这是想着趁机复楚兴越吗？陛下，草民万死，不敢有如此悖逆之心啊！既然不想着复国，也不上交此法，那就是看不起我大秦了。我看你们就是轻蔑大秦，并且心怀救国的逆贼吧。草民不敢啊！冯相救命！冯相救命啊！李相，现在是该问这两人祖上冶炼之策是否被偷了，而不是该问两人到底是否忠心吧。李相，这乃是转移话题，有为人开脱的嫌疑啊。诸位大臣说的对，不过我刚才也只是随口一问罢了。你们两人既然说我偷窃了你们祖宗的良方，那我问你们，这木箱里该是什么东西？你们清楚否？这该不会不知道吧？这年代太久了，那就是不知道喽。你们自己祖宗的东西，自己分明看过却都不知道，那你们知道蓄意诬告朝廷侯爵之人是要被诛灭九族的吗？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是冯相让我们这么做的。胡说八道！你们两个逆贼！先是污蔑长安侯在前，后是污蔑当朝丞相在后，根本就是在包藏祸心，以图谋害我大秦的权贵。你，冯去疾，你这个狗贼，你大逆不道，把他俩拖出去斩了！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始皇一怒，天地倾覆，这逼格好炫酷啊！不过我要不要趁机逼迫秦始皇把冯去疾给办了？可毕竟这老家伙还是个丞相，拿下他估计没那么容易。算了，还是趁着秦始皇还在，多捞点好处吧。哎，这个小兔崽子！陛下处此二贼，还了臣和叔父的清白，微臣在此多谢陛下圣恩。对，
多谢陛下还朕的清白。朕最看不得的，就是有人在朕面前刻意诬陷，谎话连篇。朕是秦始皇，是天下之主，你们把朕当成什么了？此番本来是为我大秦选出冶炼之策的大好事，却非要有人搅局，故意恶心朕是吧？风去疾，罪臣在，请陛下严惩。罚俸1年。今日你就在这儿给我跪到子时，给我好好清醒清醒你的脑子。多谢陛下惩戒，微臣万死不能报效陛下恩德。风筝，微臣在，啥情况啊？该不会也要严惩我吧？我可是受害者，没有你这么玩的。哼，这小子，你此番能够献上如此精妙的冶炼之策，乃为大功一件。朕特赏赐你2000两黄金。嘿嘿，这秦始皇吃错药了吧？不但1000两黄金照给，而且还多给了1000两。小兔崽子，朕赏赐你，你还敢在心里骂朕？不过等你种完田，就可以解决我大秦粮食短缺的危机了。这钱花的不亏。微臣多谢陛下圣恩，陛下对臣如此厚爱，微臣万死难以报答。不用万死，你小子能为我大秦所用的地方多着呢。你要好好的为我大秦效力。朕很看好你。凭什么这小子能得到陛下如此的厚爱？陛下，臣还有个不情之请。哦，你还有何请求？禀陛下，是这样，微臣想要问我叔父当朝丞相一个问题。哦，你问吧。叔父，您认为朝廷该有自己的威严和脸面吗？朝廷自当要有无上的威严，百官也自然得维护朝廷的脸面。哎呀，叔父教诲的是，侄儿受益匪浅啊。禀陛下，方才有些大臣说微臣已经坐实了偷窃之罪，臣想着百官当为和睦，但是又想着臣这侯佛虽小，也是朝廷的脸面，如此都被人污蔑，若是都不追究的话，是不是相当于朝廷的脸面想被人怎么羞辱就怎么羞辱啊？幸亏微臣的叔父教诲微臣，这朝廷的威严和脸面必须得给予维护。那请陛下听从微臣叔父之言，为微臣做主。这小子还是要报仇啊！哼哼，刚才挤兑我，这就算完了？我不会追究下去，但是不代表我不能怼回去啊。反正1年后你们人都没了，我怕你们个啥？而且这要求不过分吧？这你们把脸伸过来，我要是不狠狠的给点力道抽一下，那是真的对不起你们啊。好，是这么个道理。既如此，那你说该如何办？陛下，微臣是这么想的，百官须得和睦，不能相互攻击，所以此番得让百官明白，这么毫无道理的蓄意攻别同僚，那是万不可取的。所以不如赔臣点精神损失费吧。当然是要钱了，难不成我还想要你们给我磕头啊？我这要求应该不算过分吧？秦始皇赏赐的那2000两黄金，我一部分拿去买地，一部分拿去屯兵。到时候秦始皇驾崩之后，天下大乱，我就率领大军出川，横扫中原，岂不美哉？对了，反正到时还会路过骊山陵墓，直接给秦始皇来个盛大祭典，也好拉拢关内民心啊，岂不美哉？兔崽子，想要捞一笔钱当做割据起兵的资金是吧？你小子想得倒挺美，来年大秦亡不了，朕也死不了，你放心吧。这钱嘛，就算了，你们都是我大秦的公卿，相互给钱，岂不被人轻视？不过朕给你做主，让刚才冤枉你的那些个权贵全都给你磕3个头，也就算了。啥？让磕头？不给钱？他们磕头有啥用啊？我要钱啊！我要给自己留点起兵的资金啊！我要啥头啊？要起兵的钱？做梦吧你！还不赶紧！我等刚才亵渎关内侯，藐视朝纲，还请关内侯恕罪。还请关内侯恕罪。老天爷啊，我的钱啊！哎，列位臣工，诸位大臣都起来吧，别磕了，别磕了。既如此，今日之事就算了结了。从此之后，百官须得和睦。诺，臣等惶恐。散了吧。风筝啊，下个月初1，朕要办一场宫廷家宴，你到时候定要去才是。微臣卑微，区外臣不敢入陛下宫廷家宴啊。哎，朕让你去，你去便是。顺便给朕再烤点肉。好家伙，把我当你家厨子了。不过，若是参加秦始皇的宫廷家宴的话，那我是不是能见到秦二世那家伙了？秦二世？对呀，到时候朕岂不是就知道
这秦二世到底是哪个孽障呢？到时候你定然要去，若是烤肉烤得好了，朕对你自然有重赏。有重赏还行，区烤羊腿算什么？到时候我不如给你来个豪华套餐吧，这样你一高兴了，给我的奖赏肯定少不了。上次这小子做的烤羊腿可是让朕十分受用，这小子能耐有点大啊。多谢陛下。那朕就先回宫了，黄金少时自然会发放到你的手里。诺，多谢陛下，恭送陛下。这个畜生竟然敢在万人之前抢夺我堂堂大秦丞相的威风！老爷，你消消火，这冯征竟然敢这么嚣张，还害得你在众人面前罚跪了大半天。他这狼心狗肺的东西，迟早会遭报应的。遭报应？老子从来都不信什么报应，只信我自己。接下来这小子只会越来越麻烦，越来越不好对付，不能等了，绝对不能等了。老爷的意思是让人杀了他？愚蠢！妇人之见，你懂个屁！现在杀了他，那我岂不是彻底触怒了陛下？今日陛下都已经给我不小的警告了。那老爷还说不能等了？那就要看是什么法子了。你可知道陛下对什么人最为恨绝芥蒂？谁？当然是心存叛逆的逆贼了。当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差点就杀了秦始皇。秦始皇对燕太子丹一行人都深恶痛绝，对他们的后人更是恨不得赶尽杀绝。你是说让人去诬陷冯征是燕太子丹余孽的后人？对，但是一般的诬告当然不容易让人相信，而若是当着陛下的面让陛下相信冯征就是燕太子丹一党的后人呢？怎么相信？我自有办法。凭借我这么多年的人脉，自然可以找到这么一个人来主动出来和冯征认亲。而若是此人是燕太子丹一党的余孽，那秦始皇还会对一个余孽之子多有宠信吗？只要冯征被罢官夺爵成为废人，到时候他就只能任凭我们用一切办法折磨。到时候我就咬牙认死，冯征绝非是我冯家的人，而只是冯远捡回来特意让我养大的。如此一来，冯远的墓，陛下只怕也会让人给他刨了。我的多年怨恨终于可以再报一次了。老爷，你这办法确实是好啊。反正冯征从小就是我们养大的，冯远的人也都死绝了，他到底是不是逆贼的儿子，也只有我们说了算了。不过，你想怎么把陛下请来？简单，我毕竟是丞相，若是我虚心求的话，还不能请陛下过来一趟吗？来人！陛下，请陛下吩咐。长安侯的2000两黄金送去了吗？回禀陛下，已经送去了。那把这一封密诏送往蜀中，交给蜀郡太守李良，告诉他，若是京城的长安侯冯征想要买地，就让他想尽办法多给一些。这是朕的授意，他可便宜行事。诺。冯征啊，冯征，你这个小狐狸，就给我大秦多多的种点田吧。有你之能，朕必然能给大秦一个强盛之未来。3更了啊，朕该休息了。罪臣冯去疾叩见陛下。冯相来了，今日为何一早就来了？莫非是什么朝廷大事？陛下，臣昨日传闻回去之后，痛定思痛，认为微臣竟然犯下如此大错，实在是愧对皇恩呐。事情过去了就算了，你终归算是遇人不淑，大意了而已。陛下能宽容微臣，微臣却是万分羞愧，所以想要恳请陛下一件事。3日之后是家兄冯远的50寿辰，他中年得子，却不幸允恕疆场。而若非朝廷体恤家兄，微臣也不会得到第1个官爵。所以想恳请陛下一致，臣为家兄做一番纪念，而后于朝堂之上辞去丞相之职，告老回田。你告什么老啊？朕且已经不怪你了，而且又不是什么大错，不必如此碎碎叨叨，如长舌妇也。罪臣惶恐。不过
既然是冯远的50名寿，朕去一趟也好。微臣替家兄多谢陛下。陛下，微臣还有个不情之请。言之。诺。昨日之后，长安侯似乎很为不悦。微臣想着肯定是昨日他误会了微臣。微臣想请陛下通告他一声，毕竟是他生父的50寿辰，也希望他定要回冯府一趟。哦，这事儿啊，他并非是那种小孩子脾气的人。朕让人说与他一声，他自然会去。陛下如此，那是全了我叔侄的情谊。微臣多谢陛下，多谢陛下。呵呵，你能与冯征和睦如常，朕最为欣慰不过。且记住昨日他的话，你们是叔侄，也更是同僚，定会和睦，不再生事端。诺，陛下圣言，微臣谨记。那就回去吧。诺，臣下告退。冯征啊，冯征，这次我定然要让你身败名裂。这个冯去基，但愿你是真的明白了。啥？3天后，陛下让我回冯府？正是侯爷，陛下也会亲临，望侯爷到时候定要回去。真服了，是我叔叔说的是吧？这行了，我猜得到，你回去吧，禀报陛下，说我肯定去。诺，卑职告退。这老家伙又玩什么花招？给我那便宜老爹过50民寿，你可别扯了，我信你能那么好心，肯定是个阴谋。去就去，不过我得防备一点，免得到时候出现啥意外。来人呐！侯爷吩咐，你让人去太仆租借1匹马，把这一封信和东西送往蜀度，一定要亲手交在蜀郡太守李良的手上。另外把铁匠组都给我叫来。我要抓紧做一把枪出来，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呢。长安侯到！自己这帮长辈都在这里等了半天了，就连陛下都已经来了，这冯征竟然才来，真是好大的架子！一点礼数都不懂，如此还能封侯拜相？哎呀，征儿，你终于回来了，叔父可是等你等了好久了。侄儿，你可算来了，神母可想你了。这几日在外可还住得习惯？哦，叔父，今天是你大寿是吧？侄儿，你忘了，今天是你爹的50名寿啊！是吗？还有这样的事？以前从未听过给我父亲办寿的，也从未见过叔父过寿的什么样子。我还以为是叔父你的名寿，不是大寿呢。哎呦，瞧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来来来，回到家了就像往常一样，愿意干嘛就干嘛。愿意干嘛就干嘛是吧？这可是你说的。你神母说的对。拜见陛下。冯征来了，这今日是你亡父的50名寿，来晚了可不好啊。陛下说的是，冯征从未经历过给任何人过寿，还以为只是晚上吃一顿剩饭就够了。是吗？这怎么可能？你叔父的寿辰你也未曾参与过？陛下，其实我们本是想叫他的，但是害怕他看到我家老爷而想起自己父亲，因此不敢让他难受。这理由都说得出来吗？不过你这猪脑子，一句话不就坐实了？你家从未让我参与过任何寿诞吗？他妈这话都说出来了，那岂不是不打自招了？哼，好一对做戏的夫妻啊！陛下，神母说的对，叔父最怕我看到过寿，底无伤情，所以别说叔父一家人的寿诞了，狗的寿诞我都没参与过。哎，叔父对我的保护实在是太好了。这小子，你怼人可是真的损啊，损到家了。陛下，都是一些陈年事罢了。如今征儿终于长大了，而且还被封了侯，微臣也终于可以向地下的王兄交代了。既然今日是冯远的50岁明日，那朕就与大家一起祭奠我大秦的冯远将军吧。今日是大秦将军冯远的50岁冥寿，众位内外客一拜。我这便宜老爹虽然未曾谋面，不过咱俩也算是有些关系。这第一拜见就拜见你了。这小子还是挺有心的嘛。再拜。第2拜敬始皇，待我不薄，
明年便要亡故，便提前为你送行。第3败，敬大秦苍生。秦王后诸侯混战，中原遍地烽烟，3000万民众折损200万，死伤远超战国。我年少力微，无力扭转这般宿命，只能在此提前祭奠你们悲惨的命运。朕死之后，秦王之下，这3000万的百姓竟然3去其2，只剩下1000万有余。这帮6国余孽们，莫非是不知道百姓就是国之战力吗？但是秦末到底多少年，竟然会死亡2000万之多？关键所在应该是那个秦二世是吧？不管这逆子是谁，势必要将其拿下。礼毕。陛下能亲自前来纪念臣下的亡兄，臣下心里万分感激。冯征，一会儿你跟朕坐一起。冯相，你坐这边。诺，多谢陛下。陛下，其实微臣的堂兄弟2人也是非常的有才有能，不如让他们也坐陛下身旁吧。陛下，臣的2个犬子博才寡能，生怕影响了陛下的兴致，还是算了吧。叔父，这话过谦了。叔父和神母总是教导我说，千万不要忘了给陛下引荐我的这2位堂兄弟，免得外人说我今日的富贵都是抢了他们2个的。风筝，你可不能信口胡。家里孩子相互淘气惯了，请陛下恕罪。朕倒是觉得不错。既如此，那就让冯开和冯弼2人挨着坐吧。诺，你们2个快入座吧。这个冯征，今天这小子可真是嘴下不留情啊！今日必须要除掉你。故意请陛下让我来，还能有什么好事？肯定是不知道要耍什么阴谋。既如此，那我还忍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们不是说让我愿意干嘛就干嘛了吗？那我就不客气了。这小子可真是快意恩仇啊！朕也看看你小子这次是要发什么疯。堂兄，陛下向来喜欢有特色之人，堂兄不如说说你的特色长处是什么？你这小子看到陛下就恭敬的不知道说什么了。你之前不是也读过一些文章的吗？对，禀陛下，我喜欢读书。读书？喜欢读什么书？我最擅长韩非子的著作，比如纪治乱于法术，脱是非于赏罚。好啊，这一番话说的确实不错。多谢陛下。陛下果然大喜，那我儿子想必也很快能封侯了吧？我去，有准备啊，这是有准备那又怎么样？你冯开冯弼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吗？堂兄果然博学，我以前也经常听堂兄说起韩非子的名言，堂兄经常以其博学来教导我，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吧？对，我说过，堂弟你记性真好。啥情况啊？这不是父亲你让我表现得很有学问吗？怎么我表现了你反而不乐了？堂兄我记错了，好像这50步笑百步才是韩非子说的话，堂兄你是不是也记错了？对，你瞧我这记性，这句才是。好像又错了。瞧我这记性，堂兄这句好像不是韩非子说的，这一句50步笑百步好像是《诗经》里的吧？堂兄记混了啊？是啊，瞧我这记性，一不小心就记混了。我让你这几天好好读一读韩非子，好迎合一下陛下。你是不是又偷奸抹滑了？这下丢人丢大了。冯征这小子，你可真是坏透了。冯相，你的宝贝儿子还真是学识渊博啊！朕今日算大开了眼界了，你说是吧？陛下恕罪，是犬子原本熟悉一些韩非子，也多读过不少的书，只是最近疏忽了一些。是微臣生怕他见到陛下不知道在说什么，才让他再温习温习，只怕是为了筹办今日之事而顾不得了。对，陛下正是如此。冯开他原本聪明的很，都是为了帮忙筹备冯征父亲的冥寿才会这么疏忽的。蠢就是蠢，懒就是懒，还找这理由，还往我便宜老爹头上扣屎盆子是吧？你们还要不要脸了？陛下，臣也认为当是如此，请陛下千万不要怪罪我堂兄。这小子肯定是又憋什么坏水了。微臣相信堂兄并非是无故隐瞒。堂兄，你得说实话，你有什么特别拿手的吗？有什么就说什么，在陛下面前要说实话。你就没有什么比别人更加与众不同的？机会难得啊！比如你比堂弟冯弼强一点的。我与堂弟天天斗蛐蛐，他可从来未曾赢我，昨天还赢了他好几次。这个冯征也太狠辣了吧！
两人若是想要入朝为官，那只怕是根本不可能了。除非秦始皇没了。本以为是个白板，没想到是个废柴。就这还想让朕宠信重用呢？以为朕是收破烂的吗？老爷，不好了，外面那个人又来了。又是他，明显就是来捣乱的，还何须禀报？丞相，他说他有十足的证据，证明您的侄儿就是他的亲生儿子。冯去疾的侄儿，那不就是冯征吗？有人说冯征是他的亲生儿子，也就是说他是冯征的亲生父亲。我们今天不是给冯征的父亲冯远过50冥收来的吗？那外面的人是闹鬼了？这简直是胡闹！他能有什么证据？让他进来。若是今日不说出个自丑寅卯来，我就绝对饶不了他。这冯去疾是要做什么？我祭奠着，春天到了，亲爹出来了。我说你堂堂丞相，能不能玩点不这么损的？这小子心里话可真是又损又贱，简直极品。这都啥时候了，还能这么吐槽？秦皇，大胆！你是何人？安敢直呼陛下名位？当杀无赦！拿下他！无儿田征，嬴政就在你身旁，你为何不动手为太子丹殿下报仇？保护陛下，小心他伤了陛下！保护陛下！这啥呀？这演技能有点涵养吗？别说上戏中戏了，我们村寡妇当年污蔑我偷看她洗澡，她那演戏的水平都比你强吧？上戏、中戏又是什么？我说你脑子有问题吧？我问你，你叫什么？我乃燕太子丹麾下的田魁，我哥就是你的伯父，他是燕太子丹的大臣田光啊。田光，那是谋划荆轲刺秦的人。你胡说的吧？这是我们侄儿，怎么会是你儿子？我有证据证明他就是我儿子。呵呵，你叫田魁是吧？那我是真的纳闷了，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吗？你说什么？哼，我说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吗？你说我们是父子？对，我们正是父子。你还是燕太子丹的下臣？对，我正是燕太子丹的下臣田魁。难怪燕太子丹会输啊，他手下养什么不好，偏偏养猪。我说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你自称是燕太子丹的旧臣，太子丹已死多年，你都能隐姓埋名不露马脚，反倒今日主动找上门，你究竟是愚蠢，还是故意为之？你说与我有情，我封侯不过数日，咸阳无人不晓。这几日我都在府中，你不来寻，偏等我到冯府才现身，岂非自寻死路？况且陛下在此，侍卫林立，便是壮汉也难脱身，却当众点破我身份，还要我报仇。你是想助我复仇，还是要害我当场被乱刀斩杀？你若真是燕丹旧部，本该暗中图谋；若真是我的至亲，初次相认，又怎会急于将我置于死地？叔父，我看这人很像是别人故意派来陷害我的。你说是什么蠢狗，竟然会做这种事呢？说得好，此人做事自相矛盾，疑点重重，定然是蓄意为之，意图陷害。陛下英明。陛下，臣下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冯相，你要说什么？自从家兄战死沙场，临终只是匆匆托付给了微臣侄儿之后，就一直有闲言碎语，说冯征乃不是家兄亲生，而是他收养了他人之后。微臣也对如此的流言甚为愤恨。今日又有此人敢主动上门，言辞凿凿地说我侄儿不是我冯家的人，想必身后必然有人指使。所以微臣斗胆恳请，今日不如做一个验证。若是他有证据，那就让他把证据拿出来；若是拿不出来，就定然要对其重重严惩。这也能当众还冯征一个清白，断绝一切流言。不知陛下认为如何？冯去疾，你还要不要脸？四处散播流言说我并非冯家血脉的，不就是你？这幕后主使分明也是你，还说要严惩。此人一出场便直呼陛下名讳，
摆明了是来送死的，定是你威逼利诱，让他故意攀咬我，想把我拖下水。算盘打得倒是精妙，只可惜找错了对手。你既然敢这般害我，今日便让你瞧瞧，我冯征不发威，你还真当我是病猫不成？这小子分析谋略之能果然非比一般，那倒是可以一证。不过，我想若是说是什么胎记的话，最能知道的那就是你们夫妻了吧？只要你们夫妇不说，外人当是不知道的。陛下英明，臣诚死也不敢如此胡来。幸亏这次我乃是技高一筹啊！那好，那就让他拿出证据来吧。你有什么证据？拿出来吧。拿不出来，今日可是不会放过你。我有，我当然有了，我敢滴血认亲。滴血认亲？此人竟然敢做滴血认亲？莫非他果真……等下估计要忙活了，肚子还饿着呢，得赶紧多吃点，否则等下没力气了。切，滴血认亲是吧？我怕你个鬼！滴血认亲？你说真的？当然是真，我就是敢。冯征，人家找你滴血认亲呢，他已然划破手了。你若是不怕，还等什么？哦，我还没吃饱，就让血再留一会儿吧。侄儿，你滴血认亲之后，若是假的，就把这人拿下，你尽管吃就是。是啊，是啊，你先验血再说，验完血我们不就都明白了？哦，是吗？好像也对啊。不过叔父，你这管家还是先杀了吧。侄儿的意思是，此人一进来便直呼陛下名讳，被你管家带人拿下后，竟还能掏出匕首自残。我实在不解，比起滴血认亲，叔父莫非全然不顾陛下安危？外人看了，只会以为是你故意授意管家，给此人持刀行刺陛下的机会吧？微臣有罪，微臣的家仆一时疏忽，竟然如此糊涂，是微臣教导无方，微臣请罪。叔父，这岂是疏忽？方才你与神母只顾催我验血，半句没提此人身上还藏着匕首。陛下向来宽厚，定会给你这位丞相颜面。不如先将你这管家与一众下人一灭三族，以儆效尤。毕竟陛下安危事关重大。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我们绝对没有任何不轨之心啊，都是他们太紧张、太糊涂了，所以才如此的。这都是微臣的罪，请陛下严惩。砍掉这逆贼一只手，这帮下人全家发配长城，永世为奴。冯去计御下无方，既大过一件，若再有丝毫违犯，即刻夺取其丞相之位。冯去熙，你把朕当什么了？陛下恕罪，陛下恕罪，罪臣万死，罪臣万死。先留着你的狗命吧，还不到你万死的时候。不过，朕也不希望真的会有让你万死的那一天。你给朕明白就好。诺，多谢陛下，多谢陛下。冯征这番话已将冯去进逼至绝境，无论纵下失察，还是蓄意纵容逆贼持刃，皆是死罪。朕为大秦安稳，暂未施以重罚，但这绝不代表朕能容忍有人在朕面前如此放肆。冯征，此人要滴血认亲，你做不做？滴血认亲？就这做？我怕什么？陛下，臣做就是。整整一把刀啊！你是想让我滴血认亲，还是想让我死啊？这么大的刀，想让我来个大出血啊？还有啊，消过毒没？陛下不用了，我有工具，我有牙签。此物有何用？莫非是暗器？有这么低级的暗器吗？暴雨梨花针啊！陛下，这是牙签，用来剔牙的。这牙缝里有了堵物，就可用此物挑出来。哦，还有这东西，给朕看看。倒是精致。好，开始吧。容了，容了！冯征果然是逆贼之后。这冯征难道真是此人的儿子？